王府厨房里，一桌好菜正冒着热气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！叶团团抓起2只大虾，塞进嘴里。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兵器交击声，杀了他！叶团团吓得一哆嗦，嘴里的虾掉在地上。怎么偷吃自家东西，还要被杀？这团团吃太多了吗？仔仔别怕，外面的人不是来杀你的，我可是女帝系统，怎么绑了个奶娃还不能解绑？这做什么事儿？喊杀声越来越近，已将厨房包围。不好，仔仔快跑，这里危险！叶团团听到指令，立刻从凳子上滑下来。临走前还不忘端起那整整一盘白灼虾。还没听说过哪家女帝逃命还带吃的。叶团团推开厨房门，眼前是刀光剑影的残酷景象。10几个黑衣蒙面人正与王府侍卫激烈斗争。杀了，冲啊！呜呜呜，好可怕！叶团团吓得闭上眼睛，只顾埋头往前冲。完了，偷吃被抓现行了。叶景涵身着玄色锦袍，身姿挺拔，面容冷峻，审视着手里提着的小奶娃。哪儿冒出来的贪吃小蠢货？叶团团也仰着小脸，打量着眼前的男人。仔仔，他就是你爹。爹。叶景涵眼神一冷，回忆何时有女。此时院内的厮杀已经结束，所有刺客都被制服。王爷，刺客23名已全部伏诛。王爷，这是团团小郡主，丢出去！王府不养无用之人。白姬浑身一僵，不敢动作。这谁下得去手啊？就在叶景涵准备亲自动手时，死吧，狗王爷！王爷小心！飞镖来势汹汹，众人反应不及。仔仔，把盘子举起来。叶团团举起手中的盘子，挡在叶铁人胸前。飞镖与瓷盘猛烈相撞，盘子瞬间4分5裂，与飞镖一同掉落在地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侍卫们立刻上前，将所有刺客带走。属下视察，请王爷责罚。叶景涵的目光从地上的碎片移开，落在了手里的小团子身上。他看到小团子一双小手被震得通红，小团子没哭，红着眼睛小手委屈巴巴。院子里跪了一地的人。爹，团团有用，不要把团团丢出去。叶景涵眉心微不可察的动了一下。今晚值夜的暗卫自己去领罚。是，谢王爷不杀之恩，小郡主真乃神人也。那时叶团团的双手被包扎成了2个白色的粽子，他坐在桌前，眼巴巴地看着厨房重新送来的一盘白灼虾。爹，饿，饭。叶景涵拿起筷子，又看了看他那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小手，陷入了沉默。要不还是丢出去吧，不好养活。爹，仔仔，你是他救命恩人，让他喂你。爹，饿，喂。白姬，属下在。去找个婢女过来喂饭。是。过了一会儿，叶景涵把第12次粘到自己腿上的叶团团撕下来。一个穿着朴素的烧火婆子终于被白姬带了进来。叶景涵将叶团团交给婆子，自己起身走出内室。王爷，刺客的审讯计划已备妥。叶景涵闻到自己衣袍上沾染了奶香味，他眉头不自然地拧了一下。王爷放心，属下今晚亲自审问，一定查出幕后主使。叶景涵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内室的方向。内室烛火通明，烧火婆子正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。叶团团坐在小凳子上，哇哇大哭。小郡主啊，您别哭了，属下给您翻个跟头，变个小戏法。哇呜呜呜呜呜！哭声实在太大，穿透力极强。正在廊下听取汇报的叶景涵皱着眉走了进来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团子就该看紧点。叶团团立刻止住哭声，张开小手，迈着小短腿就朝叶景涵跑过去。爹，疼！呜呜呜呜！叶景涵伸出一只手，推住了他的额头，阻止他粘到自己身上。疼？不是用了最好的止疼药吗？叶团团被挡住，挥舞着2只小手，他脚下一绊，摔坐在地上。他立刻手脚并用地爬过去，绕过叶景涵的大手，一把抱住了他的。叶团团裹着厚厚纱布的小手紧紧抱着叶景涵青灰色的金边袍子，显得格外突兀。他把他提到烛光下，这才发现他白嫩的小脸上多了几道红色的划痕。烧火婆子吓得连滚带爬的跪过来：“王爷饶命，是奴婢手太粗，给小郡主喂饭，不小心刮到她，奴婢罪该万死。”罚3个月月钱，调去后厨，不必再进小郡主身边。废物，喂个饭都喂不好。烧火婆子身体前倾，双手拱起，保持谢恩的姿势。叶团团被一只大手拎在半空中，他的脸颊微红，眼睛湿漉漉的眨巴着，表情可怜兮兮。爹，那又软又奶的小萌音，让叶景涵拎着他的手不自觉松了松。王爷，
王府下人手脚都粗，不如您亲自喂小郡主，省得再出岔子。叶景寒拎着叶团团坐下，将她放在自己腿上。他拿起一只包好的白灼虾，递到她嘴边。嗷呜！叶景寒看着他凶猛的吃相，嘴角似乎微不可察的动了一下。他又拿起一只虾，嗷呜！叶景寒一只接一只喂，叶团团不停地吃，一盘白虾很快进肚。白姬连忙示意下人再送一盘进来。叶景寒拿起新的一只虾，正准备再喂，低头一看，小团子已经靠在他腿上睡着了。这么能吃又能睡，是本王的崽。叶景寒拎起他的后衣领，看了看不远处的床榻，手臂一扬，准备把它丢过去。白姬眼疾手快的在半空中接住叶团团，然后将它放在床榻上，盖好被子。我的祖宗！喂，小奶娃可不兴这么扔啊！翌日清晨，卧室内光线朦胧，叶景寒眉头紧锁，感到胸口一阵发闷。他睁开眼，刚要抬手看清眼前景象后，动作顿住了。看到趴在他身上睡得正香的小奶娃，叶团团睡得很沉，在床上滚了半圈，翻个身，咂巴咂巴嘴，继续睡。这小东西怎么在本王的床上？白姬端着洗漱用具进来。回王爷，昨晚您睡下后，小郡主半夜醒了，哭着找爹爹。府里下人以为您疼惜小郡主，没敢贸然拦着，她悄悄上了床。我向来浅眠，竟毫无察觉。叶景寒正疑惑间，突然感觉手臂一暖，一沉，小团子已经醒了，缠住了他的手臂。里衣没宽大袖袍，方便他抱抱。叶景寒试着抽了抽手臂，纹丝不动。叶团团眼睛还半眯着，小嘴一张一合，他一口咬在叶景寒的手臂上，叶景寒手臂肌肉瞬间绷住。小郡主，王爷的手臂可不能咬哦。叶团团的脸部靠近叶景寒的手臂，脸颊轻触手臂。叶团团的头部依偎在叶景寒的手臂上，头部姿态放松。叶景寒无奈的挑眉，脸色缓和了几分。王爷这脸色比预想中好看。叶景寒站起身，拿起白姬递过来的毛巾准备擦脸，手臂上的小挂件依旧缠着，随着他的动作晃来晃去，像只挂在枝头的小猴子。松开，爹爹要洗漱了。叶团团蹭了蹭，不情愿的松开手，小嘴微微嘟起。叶景寒把他放在床上，刚转身就听到身后软软的声音：“爹爹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”睡一觉就把昨晚的事忘了。不等叶景寒回答，叶团团自己就拍了拍小手，眼睛亮了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爹爹是来陪伴团团睡觉的吧？白姬手里的铜盆晃了一下，连忙稳住，不敢发出声响。叶景寒动作一顿，脸色瞬间黑了3分，转身看向床上的小团。本王何时有过这种习惯？白姬低着头，假装整理用具，不敢看王爷的脸色。也就小郡主敢这么跟王爷说话。叶景寒侧过头，目光沉沉地看向床上那个正低头的小团子。本王的崽胆子倒是比天还大。周围一片寂静，连风都仿佛停滞了。我知道，我爷爷的秘方藏在一个地方，我带你去。叶团团或张可人手牵着手，朝张府内室走去。你们几个去前院救火，闹出动静来，剩下的人跟我护送郡主。是。卫们护着2个小队，最终在一束墙壁后，张可人按动机关，暗门打开，露出下方一个袋子。就是这个，要是在我爷爷身上，这里面收着他的好多宝贝。哇！机会来了，你现在问他可不可以借给你看一看，咱们要循序渐进，这比较符合人类的社交礼仪。这个箱子可以送给我吗？系统发出了短路般的滋滋声，侍卫们再次问道。夜深，院中水缸的水面微动，4名黑衣暗卫出现，单膝跪在叶景寒身后。叶景寒背手而立，周身气息冷冽。王爷，属下无能，搜遍张府也未找到您要的东西。罢了。启禀王爷，小郡主回来了。叶景寒紧蹙的眉头微微松开。叶团团迈着小短腿，抱着一个比他还宽的大箱子往里走，额头上全是汗。哎呀！叶团团落入一个坚实的怀抱，被人稳稳抱住。叶景寒垂眸看着叶团团，爹爹，给宝贝。本王不吃零食。爹爹不要吗？叶团团的小眉毛耷拉下来，叶景寒看着他的样子，嫌弃的嘴角微微扯平。白姬，打开箱子。是。白姬将箱子放在桌上，拔出短刃，吭的一声，箱锁应声而断。叶景寒想放下小奶娃，但叶团团紧紧抱着他的脖子。箱盖打开的瞬间，一道光芒从中透出。哇，亮晶晶！叶团团兴奋地往前探身，几乎要钻进箱子里。箱盖打开的瞬间，一道光芒从中透出。王爷，下面还有很多来往信件和地契文书。叶景寒把小团子放在桌上，让他自己玩珠子，自己则坐下翻看文书。
价值连城的东珠被叶团团当成弹珠，在桌上滚来滚去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叶景涵一掌拍在桌子上，叶团团和桌上的东珠同时被震得跳了一下。好个张员外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是东洋马贼安插在大楚的暗桩。叶团团眼珠子转了转，揉了揉被震麻的小屁屁，觉得桌上太危险，抱着珠子挪啊挪，挪到了叶景涵腿上。爹爹，棒！叶景涵一把将小蠢货夹在腋下，朝书房走去。暗卫司，侍卫营，听令。是。这张家满门抄斩。话音刚落，叶团团手一滑，叶明珠掉在地上，摔得四分五裂。满是寂静，众将领全部都惊呆了。叶团团看着地上一半一半的球球，眼眶里蓄满了泪水。都退下，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再哭，本王就打断你的腿。哇呜呜呜！爹爹欺负团团！呜呜呜呜！王爷，您要不会哄孩子，咱就别哄了，行吗？叶景涵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的烦躁竟消散了几分。白姬，属下在。今年东洋皇室可有给父皇进贡夜明珠？有，是一颗蓝光夜明珠，据闻有小儿头部大小。哇！加急修书一封，那颗夜明珠本王要了，送到青鸾城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不哭了。叶团团抱着爹爹的手臂，小脑袋里想象着大猪猪。爹爹，团团帮你找到了东西，你还没奖励团团呢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诺，张家都要被砍头吗？他们做了错事。那张可人可不可以不要掉脑袋？原来他说的奖励竟是保一个人。张可人是谁？爹爹，你就答应团团吧。好，答应了。谢谢爹爹。叶团团小脸慢慢靠近叶景涵，嘴唇轻微撅起。七七说多亲也没积分的。叶团团收回了脑袋，在叶景涵怀里坐好。好个小团子，出去。白姬正好推门进来复命，看到这一幕，白姬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张开双臂，叶团团从上方落下，嗖的一下，叶团团还没反应。咦，好快，还要再玩一次。我的小郡主啊，你还这么开心？遇上王爷这种爹，真是闻者落泪。说什么事？王爷，文书已送出，张员外一家已控制，明日午时问斩。有个叫张。叶景涵想起刚才答应小团子的事，一时想不起名字，皱起了眉。张可人，张可人是叫张可人。那个叫张可人的，放生。是。另外，张员外供出的马贼位置。叶团团听不懂什么马贼，表情从迷茫转为若有所思。他乖乖坐着，小手缓慢而小心地从怀中掏出压扁的千层酥。爹爹，给。本王不饿。王爷怎么可以拒绝小郡主？小郡主肯定要哭了。然而，叶团团转头把小酥饼塞进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真是好单纯，一点都不伤心。叶景涵一边听着部署，一边分神看着吃得满嘴是渣的小奶娃。爹爹，张嘴嘴。叶景涵把嘴巴缓慢张开，仿佛鬼使神差般，一块甜腻的酥饼从手中落下，准确地塞入嘴中。哦，原来是这种平平无奇的味道。哇，爹爹真棒。滚去睡觉。叶团团被白姬抱走了，白姬将叶团团放到床上，叶团团坐在雕花木床上，双腿悬空。小郡主，早些歇息，属下告退。拜拜，那给你。原来我也有份吗？小郡主是哪里来的小天使？今晚就让厨房多备些点心。叶景涵在庭院中央挥舞长剑，剑光凛冽，动作流畅有力。一旁的假山后面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。叶景涵早已察觉，他收了剑势，看向假山。爹爹，早呀。这又是从哪块土里长出来的小萝卜头？想不想学武功？团团不学。没出息。叶团团也不生气，乖乖坐到一旁的石凳上，晃着小短腿，眼巴巴地等着开饭。叶景涵走过去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。爹爹，疼疼。早上吃白馒头。叶团团立刻从石凳上滑下来，结果刚跑2步就被门槛绊了一下，差点摔跤，转眼栽在了爹爹的膝盖上，吓得抱着他不撒手。叶景涵逆着腿上的挂件，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。白姬，叫人把门槛拆了。是，王爷。蠢东西，还不松开！爹爹，团团要吃青椒红烧白面鸡，刚才爹爹的门槛差点绊倒团团。自己走路不看路，还怪门槛了。怪门槛就算了，还特地强调。好家伙，我们英明神武的九王爷，这辈子头一次被奶娃娃讹上了。不愧是能绑定女帝系统的崽，这操作简直戳在我筒子的心巴上，爱了爱了。小郡主真可爱，吃饭饭都这么可爱。
毫无吃相。要是在京都，非得备餐3天3夜。爹爹，这个好吃，你咬一口。规矩什么的，不学也罢。英明神武的九王爷破天荒的多喝了一碗。叶团团躺在软榻上，叶景寒走过去，将他从软榻上拎起来。软榻和好看爹爹的大腿，团团选择爹爹的大腿。王爷，马贼巢穴已查明，百姓有微词，属下愿带队前往。不必，本王亲自去。为什么马？听起来好好玩的样子，团团也要去。胡闹！小郡主，围剿马贼很危险。马贼听起来就很好玩呀，要去要去，团团要保护爹爹。这小蠢货倒还有几分孝心，去砍马贼的脑袋，哪里好玩了？可是团团不想在家里玩蚂蚁了。王府的蚂蚁见到他都得绕道走。小郡主果然天赋异禀。不准。那爹爹什么时候走？明日一早。那团团就不打扰爹爹了。叶团团背着小手，慢慢朝自己房间走去。小郡主也太可怜了，真是造孽啊！我要活捉几个马贼，回来给小郡主玩。天色微亮，王府门口千骑营与暗卫司将士九王爷作为清完城的重要，还唱那整个声势浩大。王爷，要不要和小郡主告别？不必。若不是看到王爷手指微缺，差点就信了。出发！一声令下，马车开始缓缓移动，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。有点舍不得我们可爱的小郡主啊。马车驶出清完城，道路开始颠簸。随着马车左摇右晃，车内装饰品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哎呦，疼疼疼！爹爹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。谁？车内，叶团团揉着额头，从垫子下钻了出来。哦，是关关小郡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散了吧。他挪啊挪，挪啊挪，卡住了。爹爹，嘿嘿，好巧啊！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当我傻啊？这很巧吗？本王是不是说过不准你去？爹爹，团团头疼，他满腔火气，只剩下又好气又好笑。王爷，用您专用的金疮药啊！白姬指尖捏着的药膏迅速推入马车车窗内，叶团团手指轻柔地在额头红肿处涂抹药膏。既然跟出来了，怎么不早点出来？怕爹爹凶团团。蠢货！真以为本王不知道座位底下藏了只小老鼠吗？爹爹还是疼，要呼呼。本王一个大男人，哪里会呼呼？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本王不会。怎么就不会呢？这么简单的事。情急之下，白姬掀开车帘，示范性的嘟起嘴。王爷，呼呼就是轻轻吹一下气，呼。叶景寒眼神瞬间变得更加凌厉，透露出极度的不悦和警告。属下知错。罚俸半年。是。真当本王不知道什么是呼呼吗？地面收拾干净，叶景寒打水洗漱。叶景寒缓慢穿上外衣，白姬静静在一旁施力。床上的叶团团爬起来，想再次爬过来抱住爹爹的大腿。叶团团缠着纱布的手伸了出去，眼看就要碰到叶景寒华贵的衣角。叶景寒眼神一凛：“后山的狼喂了吗？”回王爷，尚未到喂食的时辰。叶团团的小手停在半空中，小嘴微微张开。爹爹，爹爹要打人，喂狼吗？他吓得把小手头缩了回去。叶景寒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想着还不算太笨。可是白姬不是故意的，把他喂狼会不会不太好呀？白姬浑身一僵，差点就跪下去。叶景寒刚缓和的脸色又冷了下去。叶团团挠了挠脸蛋，他爬下床，迈着小短腿跑到叶景寒面前，一把抱住他的腿，然后努力往上爬，坐在他腿上。爹爹，你心口还疼吗？他伸出一只手，在他胸口昨天被暗器击中的地方轻轻揉了揉。爹爹要是还疼的话，团团有药药，爹爹跟我去拿。叶景寒看着那只还没自己掌心一半大的小手，鬼使神差的真的伸出手握住了。一大一小手牵着手走在王府的石子路上，沿途洒扫的下人纷纷跪地请安，大气不敢出，只敢用余光看着。叶团团小短腿走得飞快，但他走3步才抵得上叶景寒1步。等走到荒凉的后院时，他已经额头冒汗。叶团团抓起叶景寒垂下的宽大袖袍，对着自己的小脸就是一顿猛擦。叶景寒一把拎起叶团团的衣袖，
将他提溜到半空中。不准用本王的衣服擦汗。叶团团呆住了。哇，爹爹声音真好听。这是他第一次听爹爹说这么长一句话。叶景寒正想再教育一下，却见一个下人提着食盒走进前方一间破败的小屋。叶景寒眉头紧锁。你原来就住在这里？爹爹，欢迎来团团的家。叶景寒的目光扫过四周，屋顶破了个大洞，窗户用烂木条钉着。叶景寒走进小屋，一脚踹开房门。屋内光线昏暗，一张满是灰尘的小桌上放着一碗清汤寡水。叶景寒周身的气压降至冰点。叶团团迈着小短腿跑到墙角一个破烂的柜子前，踮起脚尖，从里面跑出一个小瓷瓶。爹爹，给药，用了就不疼了。这是谁给你的？爹爹。叶景寒看着瓷瓶的粉末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怒火，朝屋外喊道：“来人，王爷，奴才在。去把所有后院管事都给本王叫来。”叶景寒的目光落到桌上那碗馊饭上。你平时就吃这个？不过有时候会有点肉末。叶景寒拳头瞬间握紧，他的崽，他可以丢，可以嫌弃，但别人动他一根汗毛都不行。白姬领着后院一众管事，下人乌泱泱的跪了一地，瑟瑟发抖。叶景寒单手抱着叶团团走出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跪着的众人，说谁负责小郡主的居住和饮食？是奴才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看了。话音刚落，2名侍卫上前将那管事拖了出去。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然后戛然而止。叶团团吓得一哆嗦，埋进叶景寒的怀里。叶景寒感受到怀里小东西的依赖，大手抚上他的背。不怕，本王今日给你做主。爹爹，你真好。叶景寒感觉到脖颈处温热的触感，身体又是一僵。虽然心里嫌弃，但他抱着叶团团的手臂却收得更紧了些。小屋院外，王爷开恩，郡主开恩，再也不敢了，求王爷饶过奴才这一次。叶景寒面无表情，他低头看向怀里的小奶团。过来，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处置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仔仔，处置的意思就是问你想让他们怎么死。你可是将来的女帝，一定要拿出女帝的气势来。叶团团想捏紧小拳头，但看到手上包着的纱布，只能作罢。小郡主饶命，奴才以后每顿都给您做大。小郡主，再给奴才一次机会。叶景寒听到这话，眉头微蹙，蠢货，别被骗了。就在这时，叶团团抬起小脸，用一种天真无邪的表情看向叶景寒。爹爹，后山的郎喂了吗？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死寂，周围的下人个个脸色惨白，惊恐地看着叶团团。小郡主的意思是要把这一家子拿去喂狼撕，尸骨无存啊！才3岁就这么狠啊！真是生的其父真传。地上的下人已经吓得浑身筛糠，瘫软。叶景寒原本紧绷的嘴角，此刻微微上扬，掀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不错，是本王的崽。小郡主一战成名，整个王府都知道她喜欢丢去喂。叶团团蹲在矮油丛里，想摘一片叶子，一个丫鬟立刻摘下一片叶子。他们好奇怪呀！仔仔，看见没？这就是气势，你终于有点未来女帝该有的样子了。嗨，仔仔，你要抱紧你爹爹那条粗大腿，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活下去，等待走上女帝大道。抱大腿，好呀！叶团团蹲在矮木丛中，外面的人完全听说了吗？管家今天出去找新丫鬟了，说是王府要找人专门伺候小郡主。当然听说了，王爷这是重视起来了，整个后院都修葺。小郡主就一个小女娃，出那么多房间，多浪费。谁说不住人？以前这后院可是有过几个女主人的。叶团团、霍团七七同时竖起了耳朵。火火要聊九王爷的私生活了。后来呢？后来都死了呗。第一个小妾被刺客所杀，第二个是王爷亲手所杀，第三个更惨，被马贼挟持。王爷当时一见啧啧，直接把2个人串了糖葫芦。新来的丫鬟 A 吓得不敢出声。矮木丛里，叶团团觉得手里的泥巴突然不香了。爹爹这么凶残的吗？仔仔不要怕，你爹位高权重，手上多些杀戮是应该的。你以后当了女帝，也要踩着无数人的尸体，才能走上95之尊。七七是说团团以后也会变成爹爹那样吗？所以仔仔你要适应。那我不当女帝了。这别啊，祖宗！仔仔你听我说，当了女帝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叶团团纠结地抠了抠小手，还可以吃上全世界所有好吃的东西。全世界所有的好吃的吗？可是爹爹也可以给我好吃的呀，我问爹爹要就行了。这才认识多久，就这么信任他了？边境异动必须在入宫前
书房外，叶团团玩乐，手上的绷带被拆了，他吭哧吭哧地搬来一个小凳子，放在书房窗户下。团七七说了，我要抱爹爹大腿。他小手扒住窗框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想学着画本里的高手一样潇洒翻进去。叶团团小小的身子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。我来啦！叶团团脸朝下，四仰八叉地摔在书房的地板上，成了一个小小的奶饼。哎呦，我的小郡主，喂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可摔疼了没有？我这日防夜防，就怕王爷不小心把小郡主给摔了碰了。哪知道小郡主自己摔自己啊，真是防得了爹，防不了仔。叶团团眼眶蓄满泪，强忍着，小嘴巴紧紧抿着，不想让眼泪掉下来。他从白姬怀里挣扎下来，朝着书案后的叶景涵走过去。爹爹，叶景涵低头看着腿边挂着的小奶包，他伸出大手，一把将叶团团捞起来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继续看小众将领。刺客的源头查清楚了吗？将领们表面正襟危坐，却偷偷。王爷的书房可是禁地，除了我们几个，谁敢靠近？看来传言是真的，这位小郡主当真是得宠了。这小郡主直接翻窗进来，王爷竟然半点不恼。瞧这架势，以后在王府可得绕着这位小祖宗走。叶团团坐在爹爹怀里，额头上的疼痛似乎都减轻了不少。哇，爹爹真有用。喂，明明是我给你吃了疗伤药，仔仔，你怎么能把力劲加到你爹身上？叶团团假装没听，打量将领。回王爷，刺客出自张员外家，只是什么？张员外素有善名，贸然动他，恐引非议。叶团团窝在爹爹怀里，小脑袋靠着他结实的胸膛。爹爹身上的味道真好闻，爹爹长得真好看。啧啧，没见过这么贪吃懒惰的宿主。正在此时，书房门被轻轻敲响。王爷新买来的婢女到了。叶景涵低头看了一眼叶团团头上的大包，单手拎起她的后衣领，去，让婢女给你上药。叶景涵单手拎着叶团团移动到白姬面前，白姬连忙伸出双手。是王爷，属下这就带小郡主去。白姬抱着叶团团转身，两人逐渐走向书房门口。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书房门被猛地撞开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小郡主被挟持了。叶景涵脸色骤变，一脚踹开挡路的管家，朝着后院疾步而去。叶景涵冲进后院，就看到一众侍卫已经将院子中央团团围住。一位黑衣穿着的女刺客正用一片碎刺片死死抵在叶团团脖子上。叶团团小脸惨白，眼中含着泪花，表情惊恐。叶景涵，你这狗王爷，交出不防徒，否则你女儿没命。他手里的瓷片又往里送了几分，叶团团瓷白的皮肤上渗出一道血痕，疼疼疼！大胆刺客，还不快放开郡主！随着白姬一声令下，瞬间出现了数十名弓箭手。七七，救我！这是好机会，刺激宿主斗志。抱歉啊，仔仔，系统正在更新中。叶团团大哭，眼泪不断涌出，顺着脸颊流淌。闭嘴！再哭就杀了你，让你父王把不防图交出来。叶景涵保持面无表情，冰冷的眼神扫视前方。爹爹，爹爹救我！这个女人身上的味道好难闻，我想要香喷喷的爹爹，爹爹一定会救我的，一定会！呜呜呜！放了他。把不防图给我，我就放人。本王再说一次，放了他。女刺客手上猛一用力，啊，不然她就没命了。这是你唯一的女儿。叶团团眼泪如泉涌，顺着脸颊流淌，极度悲伤，张嘴大哭。好疼，好冷，爹爹为什么还不救团团？呜呜呜！叶景涵眉头紧锁，眉毛轻微抖动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情绪。女刺客见这招有效，正准备故技重施，叶景涵却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们。那本王就当没有这个女儿。他抬起手，一个杀伐果断的手势即将做出。完了，暴君果然六亲不认。仔仔，闭上眼睛。就在叶景涵即将下令放箭的瞬间，一道微不可察的暗光闪过，女刺客指尖夹着的瓷片瞬间崩裂，化为细小的粉末，从指缝间滑落。什么？刺客失神刹那，神射手抓住机会，一支利箭破空而出，带着呼啸声快速飞行，直射向女刺客处。利箭精准射中身女刺客胸口，她身体猛地一颤，双眼圆睁，身体向后倒去，脸上仍带着震惊和不可置信。女刺客手上一松，叶团团小小的身子掉了下来。白姬脚尖一点，飞身上前，将叶团团接在怀里。小郡主，您没事吧？叶团团止住了哭声，小脸上残留的泪痕清晰可见。叶团团的眼神从茫然转为坚定，带着受伤的情绪。她一言不发，从白姬怀里下来，转过身，迈着还在发抖的腿，朝着自己房间的方向走去。小小的背影在庭院中显得格外孤单。她一边走，一边用力地吸着鼻子，强忍着不让眼泪再掉下来。
坏爹爹，渣爹，竟然不救我！我要收拾小包袱，离家出走。侍卫们迅速上前抬走地上的人，下人们提着水桶开始清洗地上的痕迹。叶景寒负手而立，神色冷峻，目光落在地上那滩瓷片粉末上。白姬站在他身后，看着自家王爷凝重的表情，心里一阵焦急。白姬急得在心里直跺脚。叶景寒蹲下身，捻起一点地上的粉末，放在指尖细细摩挲。白姬小心翼翼地向前倾身，面部表情带着猜测和期盼，看向叶景寒。王爷，兴许是刺客太过紧张，内力没有控制好，才把瓷片震碎了。叶景寒眸色深沉，没有回答，只是淡淡收回眼神，站起身。不远处传来砰一声关门声，叶景寒和白姬同时循声望去。叶团团盘腿坐在软榻上，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。爹爹怎么可以说那样的话？大骗子！前几天对团团那么好，都是骗人的。他想不明白，那个叫不防图的东西，为什么比他还重要？哼，没错，九王爷就是个渣爹。叶团团抽了抽鼻子，仔仔，男人靠不住，只能利用，不然你怎么杀父夺位呢？叶团团显然没听懂后面那句，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委屈里。爹爹可以为了那图不要团团，那团团也不要爹爹了。房门被推开，叶景寒和一名提着药箱的医者走了进来。阿珍，卑职什么也没听到，卑职最近有些耳疾。叶景寒看着那个小背影，眉头微蹙。过来。叶团团蹲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假装没听见。给本王过来。本团团不。叶景寒没了耐心，几步走过去，伸出手，一把拎住叶团团的后衣领，将他提了起来。啊，小孩子就不要尊严了吗？叶团团被放在凳子上，医者立刻上前准备检查伤口。仔仔乖，让医者看看，可千万不能暴露我的存在呀。七七放心，团团会保护七七的。小郡主，您别动，卑职给您上药。药膏散发出一股草药味，叶团团皱起小鼻子，往旁边爹爹身上凑过去。叶景寒见他动来动去，怕影响上药，伸手扶住他的小肩膀，把他拎正坐好。这一下也顺便让他离自己远了一点。哼！白姬站在一旁，默默低下头，不敢说话。这时，一名侍卫匆匆赶来。王爷，书房急报，关于不防图的刺客有眉目了。好好给他上药。说完，叶景寒离开了房间，直奔书房。叶团团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气鼓鼓地看着门口。房内灯火通明，叶景寒坐在案前，神情严肃地听着手下汇报。烛火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叶团团躺在自己的大床上，滚来滚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叶团团起床后就蹲在院子里，拿着一根吃剩的糖棍子捅蚂蚁窝。叶景寒处理完公务，从书房出来，正好路过，他脚步一顿，走到他侧边。嗨！叶团团余光瞥见一双金丝刺绣的鞋履，立刻知道是谁。他小屁股挪了挪，用后背对着叶景寒。小郡主，您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叶团团头也不回。叶景寒冷哼一声，转身走向偏殿用早膳。没有了小跟屁虫，偏殿显得格外冷清。白姬将情报呈递上去，叶景寒拿着一卷竹简，目光却没有聚焦。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，他手里的竹简一页都未翻动。这第一页就是张员外勾结外党的事。王爷怎么看了这么久？王爷这是走神了？白姬心里有了数。王爷，已是用膳时间了，厨房新送来白虾，今日午膳吃这个。叶景寒起身朝用膳的厢房走去。白姬立刻安排下人去请叶团团。不到半刻钟，下人就一脸为难地跑了回来。白市长，小郡主说，她说她不饿。白姬震惊，叶团团抱着自己的小玩偶坐在床上，肚子发出了抗议。可是仔仔，肚子真的不会饿吗？不会。肚子叫得更大声了。叶团团小脸一红。就在叶团团在尊严和干饭之间激烈斗争时，他的小鼻子忽然动了动。叶团团用力嗅了嗅空气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后院新来了个大厨，做的菜好吃极了。听说了，白市长试菜，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了。门缝里，叶团团的小耳朵贴在门上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。那位大厨最擅长白灼虾，光闻一闻，馋虫都勾出来了。空气中似乎真的飘来了一丝若有似无的香味，香的小团子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叶团团揉了揉身上的玩偶，感到饿了。房门被他从里面推开，他迈步走出。小郡主，中午好。小郡主用午膳了吗？本团团不饿，本团团要出去散步。是。叶团团迈着2条小短腿，在院子里东逛逛，西晃晃，脚步却不受控制地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走去。快收了，别扇了，人已经引来了。
仔仔，要不就原谅你爹爹了。我不原谅，不过这又不耽误吃饭，我可以一边吃饭一边不原谅他。叶团团走了进去，他爬上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凳子坐好。小郡主，您慢用。平时都是坐在他身边的，今天倒好，还没教规矩，就自己知道坐凳子了。莫名的，我们九王爷心里就不太舒服了。团团满眼都是那盘离他最远的白灼虾。叶团团眼睛一亮，他一下从凳子上滑了下来，朝着叶景寒那边走过去。叶景寒阴沉的脸色稍稍缓和。看来这个小团子也不是全然蠢笨，还知道过来找本王。呼，这下好了，离虾虾近了。白姬正要上前帮忙挪动碗筷，一抬头就看到自家王爷黑如锅底的脸色。先吃这个吧。叶景寒将碗重重的放在桌上。叶团团想着要吃快一点才行，他又抓了2个塞进嘴里。堂堂郡主毫无礼仪，谁允许你用手吃的？白姬心里咯噔一下，想着完了，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，小郡主要哭了。堂堂郡主，谁是郡主？团团不是。反正爹爹说了，没有团团这个女儿。若非郡主，怎敢与本王同桌用膳？好大的胆子！那团团就短暂的是一下郡主，吃完就不是了。短暂的试一下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小郡主这通歪理，竟然还没什么破绽。叶团团的动作停住了，看看生气的爹爹，又看看自己手里的虾仁，他伸出小手，把虾递到叶景寒嘴边。完了，小郡主这油乎乎的小手，王爷有洁癖，这不会要被丢去后山喂狼了吧？就在白姬心惊胆战之时，只见叶景寒薄唇轻启，竟然吃了。爹爹以前喂团团吃饭，现在团团也喂爹爹吃饭了，我们两清了。叶团团学着叶景寒的样子，把小手背到身后，奈何手太短，根本够不着，只能紧紧捏着自己后腰的衣服，样子滑稽又可爱。你去哪里？离家出走。白姬和刚走进来的下人同时倒吸一口冷气，叶景寒的脸色陡然间黑了下来，周身气压骤紧。叶团团捂住自己的小嘴，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去。你想离家出走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团团才不是东西。仔仔，咱们就是说不会顶嘴可以不说话的。爹爹凶我，我不要爹爹了。你再说一次。不要爹爹了，要离家出走。出去，离家出走。本王倒要看看你这3岁小东西能有多大骨气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定会哭着跑回来求本王。坏爹爹，臭爹爹，就知道凶团团，团团不要他了。他撅着小嘴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袱，开始往里面塞东西。哼，他都不要团团了，团团才不要留在这里。仔仔，宿主，你要离家出走，这怎么行？你的任务是成为女帝，离开九王爷，我们还怎么升级打怪，走上人生巅峰啊？这可怎么办？突然，一道机械提示音响起，主线任务已发布。团七七眼前一亮，连忙查看任务。任务内容：亲吻九王爷一口，失败惩罚味觉丧失，无法尝出任何食物的味道。团团不要，才不要亲那个不要团团的渣爹。仔仔，你看清楚惩罚，我吃不出味道哦。吃不出味道，那糖葫芦、桂花糕还有虾虾都吃不到了吗？对，什么味道都没有了。叶团团一张小脸瞬间垮了下来，苦得像个小苦瓜。那也太严重了吧？他纠结地看了看手里的小包袱，叶团团将包袱重新塞回床底，藏好。我要去做任务啊！这该死的，属于未来女帝的霸气，直接击中了我的心脏。如果我有的话……叶景寒正襟危坐，听着手下心腹汇报。王爷，关于张员外一案，目前进展甚微。张家人口简单，只有一个4岁孙女，无从下手，其人脉又鱼龙混杂，关系网极为复杂。张家以做糕点起家，青鸾城内8成糕点铺子是他家产业，千层酥更是其祖传招牌。哼，果然回来了，看你怎么跟本王求。书房门被推开，叶团团冲了进来。小郡主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叶团团目标明确，直冲叶景寒而来，往他身上爬。放肆！成何体统？怎可往本王身上爬？暗卫们看着王爷嘴上呵斥，身体却一动不动。懂了，王爷就是嘴硬。张员外寿宴是个机会，但我们苦无由头进入张府，他不敢直接邀请王爷您，这便是以下犯上。整个书房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听啵一声清脆响亮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团团。看到了什么？小郡主亲了王爷。完了，这下小郡主不会又要被丢出去了吧？
继续。叶团团以为爹爹在鼓励自己，抚着叶景寒的脸，啵，又是一口。书房内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本王是说，汇报继续。积分呢？积分呢？快给团团！叮！恭喜宿主获得10积分，当前余额10。为什么是10？团团亲了2下，应该是20。别以为团团不识数，团团已经3岁了。仔仔，同一个任务不能重复刷分哦。哼，不早说，白亲了。七七，积分可以换千层酥吗？仔仔，积分商城应有尽有，但那是万灵石，用来保命的。你换个千层酥也太……张员外寿宴是个机会，但我们苦无由头进入张府，他不敢直接邀请王爷您，这便是以下犯上。我要吃千层酥。整个书房再次安静，几个暗卫先是一愣，随即眼中爆发出光芒。郡主英明，看吧，他们都说团团英明。对啊，王爷不便前往，可小郡主想吃千层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张员外若以此为由邀请小郡主，便是投其所好，合情合理。真想吃？想吃。不是要离家出走吗？不走了。哦，真不走了？先吃了千层酥再说。九王府小郡主喜好千层酥之事，在青鸾城传开了，贩夫走卒都开始张罗着改行卖千层酥。当天晚上，张员外就亲自将请柬送来了九王府。寿宴当天会单独拿出最好的院子，给小郡主办一场千酥宴，这不摆明了要把王府的人隔开吗？只要进去了，接下来的就交给暗卫，一寸一寸的找，总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一顶装饰的花里胡哨、插满了鲜花的小轿碾停在张府门前，引人注目。张府的下人们从院内一直跪到府门口，黑压压一片。他穿着一身粉色华袄，脚上一双带着金线的刺绣猫猫鞋，打量着眼前跪了一地的人。哇，真好，不愧是未来的女帝，见人给她下跪，真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本团团要吃千层酥。是，郡主，请千酥宴早已备好，请郡主这边走。地上铺着长长的红绸，从府门口一直延伸到举办宴席的喜院。忽然，他停下脚步，看到人群中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儿，正怯生生地偷看他。你也是个小不点。小女孩儿的目光落在叶团团华丽的衣裳、可爱的鞋上，满是羡慕。你是谁呀？我草名张可人，是张员外的孙女。哦，那你跟我一起去吃吧。叶团团向张可人伸出小手，张可人攥着帕子，有些犹豫，但看着叶团团真诚的眼睛，还是鼓起勇气，把自己的小手放了上去。仔仔，这个张可人今天会被拐卖，以后都吃不上饭。吃不上饭，那太可怜了。张可人今年4岁，已上2年私塾，颇有名气。在其祖父60大寿这天，被贼人掳走，卖入儿子，成为乐器。之后1年，张员外通敌叛变，被九王爷就地格杀。直到17岁逃出来时，张家早已不在。那是什么？是不给人吃饭的地方吗？太糟糕了。七七，那我要怎么帮他呢？仔仔需要购买一个锦囊，要消耗5积分。好，买。叮，锦囊购买成功。叶团团脑海中瞬间出现了张可人即将被拐走的时间和地点。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点心，香气四溢，有以千层酥为最。小郡主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老奴。不用了，退下吧。这个老爷吩咐老奴必须在此伺候。磨叽什么？郡主让你退下，你听不懂？侍卫的刀出鞘1寸，寒光闪过，管家吓得腿一软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管家一走，张可人胆子大了些，偷偷看着叶团团。叶团团做没做样，直接用手抓起点心就往嘴里塞。张可人跑到点心台前，挑了一块最好看的桂花酥递给叶团团。郡主，这个好吃。哇，真的好好吃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啊。小姐，老爷叫您去前厅帮忙招呼客人。张可人有些不舍得看了一眼叶团团，还是跟着丫鬟走了。要带回去给爹爹尝尝呢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侍卫们警惕起来，将叶团团围在中间。郡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回去。不，本团团想去张家的厨房看看。之前可人说厨房正在烤红薯。烤红薯？郡主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谁不带我去，我就让他去后山喂狼狼。侍卫们脊背一凉，虽然是奶声奶气的话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是，属下遵命，请郡主跟紧我们。七七，我们现在是去救张可人吗？对，很快就会有人从厨房后面的小树林里把张可人拐走。侍卫们护着叶团团刚到厨房附近，就听到树林里传来一声压抑的尖叫。谁？侍卫们立刻拔刀，将叶团团护在身后。叶团团眼尖，在草丛边上看到了一只掉落的绣花鞋。呀，是张可人的鞋，他的鞋丢了。郡主，危险，快回来！树林深处，
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正用布堵住张可人的嘴，想把他塞进麻袋。突然，10几个手持利刃的王府侍卫从天而降，将他团团围住。刀疤男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。张可人，我说过我会保护你。同类纵横，仔仔终于有点未来女帝的样子了。侍卫们迅速将刀疤男绑了起来，救下吓得瑟瑟发抖的张可人。张可人哭着扑过来，2只小手紧紧攥着叶团团的裙角不肯松开。仔仔，机会来了，快安慰他，跟他搞好关系，然后问他知不知道家里最宝贝的东西藏在哪里。别忘了你爹的任务。哦，要这么麻烦吗？当然啦，你要和别人关系足够好，别人才会愿意告诉你秘密。叶团团直接打断戏头，转头看向还在抽泣的张可人。张可人，你家最宝贝的东西放在哪里呀？我想看看。话音落下，全场寂静。你就这么直接问了？小郡主果然虎啊！叶团团坐在软垫上，2只大眼睛好奇地环顾四周。还没人敢这么违抗本王的命令，说了不让他出来，还偷跑，好大的胆子！团团又不是为了出去玩，团团是担心爹爹，团团是怕爹爹吃不饱，所以才跟来的。叶团团从包袱里拿出一堆酥饼，堆在叶景涵面前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带出来的全是他自己爱吃的？叶团团见爹爹不为所动，眼珠一转，立刻换了策略。爹爹不生气，团团给你讲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一个小团团，他和爹爹一起出去玩。虽然小团子现编的故事非常无聊，但对比外面单调的景色，叶景涵竟觉得还算有意思。啊！它就像一颗小炮弹，嗖的一下就从车窗飞了出去。叶团团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周围的暗卫飞快接住了它。好险好险，接住了！小郡主真是好单纯，又被王爷丢出来，还不知道。小战唇遇上这么个爹，真是闻者落泪，听者伤心。小郡主，没吓着吧？哇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一下子就飞起来了？好棒！树林中的树叶被一阵阴冷风吹动，沙沙作响。暗卫们瞬间警觉，眼神警觉地扫视树林，手掌紧握刀柄。来者何人？敢挡九王爷座驾，不想活了吗？树林深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地面的落叶因震动而轻微跳动。10几个蒙面黑衣人手持利刃从林中冲杀出来，千骑营士兵迎战，刀剑碰撞声不绝于耳。小郡主不怕？暗卫只顾着哄叶团团，却没注意到他们的目标正是怀里的小郡主。5个蒙面人突然脱离战团，齐齐攻向抱着叶团团的暗卫。暗卫以1敌5，连连后退，眼看一把利刃就要刺向叶团团，闪着荧光的长剑从马车内急速飞出，剑尖划过空气，银剑一连串穿过3个蒙面人的胸膛。寒霜剑，没错，这把银剑就是九王爷的寒霜，传闻中除了九王爷，无人能拔出的神剑。天哪，王爷竟然亲自动手了！昨天哪个龟儿子说王爷不宠小郡主了？这都动用寒霜了，还叫不宠？王爷，您的剑。哇，刚才是爹爹的剑吗？好帅哦！郡主小心！白姬话音未落，叶团团的手指刚碰到剑柄。呀！小蠢货！爹爹，手凉。叶景涵正在听白姬汇报，叶团团把小手塞进爹爹袖子里去。爹爹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杀你呀？小郡主真是太勇了，怎么什么都敢问啊？你确定是来杀本王的？小郡主，好像这一次的人是冲着您来的。冲我来的？为什么呀？团团又没吃他们家的大米。哦，团团知道了，是因为我是爹爹的女儿才杀我的吧？哎，没关系，团团不嫌弃爹爹，连累团团。不害怕？不害怕，团团有爹爹保护，谁都不怕。等以后团团长大了，也要保护爹爹。叶景涵垂眸看着怀里的小蠢货，心中最坚硬的一块地方莫名塌陷了。王爷，审问清楚了，这些人是东洋马贼，想劫持小郡主作为人质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在丰山县歇脚，暗卫司先行，千骑营随后夹击。听不懂军事安排，但是听懂了明天要去县里玩。爹爹，那个丰山县都有什么好吃的呀？白馒头。白馒头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叶团团小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他跑向正在树林里待命的暗卫们。几个暗卫身姿挺拔，立于高耸的树梢之上，俯瞰下方。叔叔，带团团玩。几个暗卫相视一笑，其中一个俯身一捞，将叶团团抱到怀里。哈哈哈，好高呀，还要再玩一次哦。
几个来回后，暗卫带着叶团团坐下。小郡主，叔叔带你去飞天下第一高楼。第一高楼，那可是大楚最高的地方，能看见小狐狸洗澡，和尚偷吃鸡肉。哇，好想看。小郡主，这是灵腿，叫蛇腿，好吃。其他暗卫见状，也纷纷从怀里掏出自己的蛇脆。白姬正好走过来传达命令，嘴角一抽，这群小子居然带着小郡主集体偷懒吃零食。白姬吹响一声哨声，唰，暗卫们瞬间收起零嘴。你们小郡主怎么在树上？话音刚落，哼，暗卫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白姬抱着叶团团从树上下来，叶团团怀里还揣着五花八门的零嘴，甚至有一包用小花布包着的瓜子。叶景寒缓步走来，目光落在叶团团怀里的零嘴上，眼神微沉。想飞？哇，比暗卫叔叔飞得高，爹爹好厉害哦！叶景寒抱着他越飞越高，在林间辗转腾挪。呀，我的吃。叶景寒看也不看，抱着他朝着远处客栈的屋顶飞去。叶团团可爱的小脸皱成一团，小嘴撅得老高。夜晚，一行人抵达峰山县客栈。飞累了的叶团团一进房间就扑到床上，霸占了整张床。叶景寒站在床边看着他，眉头微蹙。王爷这次居然没把小郡主丢出来，害王爷真的变了。第二天中午，叶团团睡眼惺忪的醒来，丫鬟端上来的早膳，赫然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馒头。不吃，团团不吃。为什么不吃？白馒头有什么好吃的？团团要吃肉肉。那你想吃什么？白切鸡、火烧驴打滚、心动揉肉、四喜丸子、清蒸桂鱼小花篮。爹爹，团团饿，不想吃馒头吗？王爷，卤水鸡翼送到隔壁厢房。白姬还没说完，叶团团已经飞快地冲向了隔壁厢房。这小蠢货怕不是天生就有轻功天赋。叶团团坐在桌边，抱着一只大鸡腿，吃得满嘴是油。叶团团吃饱喝足，跑到窗边，即是街道上人流涌动，摊位前的旗帆随风飘动。爹爹，出去玩。不行。爹爹，闭嘴。爹爹，走吧。哦耶，逛街喽。峰山县灯火通明，夜市热闹非凡。一家手打土豆麻薯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。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突然从窗口里探了出来，吓了摊主一跳。小姑娘，你不可以把头伸进来。团团只是想看看还要多久才能做到团团的而已。摊主看着他着急又可爱的模样，脸上的惊愕表情逐渐转变为无奈又宠溺的笑容，嘴角上扬，心里软，只好优先给他做了一份。爹爹吃吗？不吃。哦，那团团自己吃吧。小郡主还要吃什么？那个叉烧包，还有烤红薯、西瓜饭、糖葫芦。好嘞！白姬立刻化身采购小能手，在各个摊位间穿梭排队。不一会儿，白姬不仅抱回来一大堆零食，手里还多了2个漂亮小夹子。哎呀，我们小郡主更可爱了。叶团团带着花花小夹子，向白姬露出甜美的笑容。这真的是那个名将白姬，怎么像个傻子？叶景寒回过神，低头便看到叶团团腮帮子吃得鼓鼓。还吃？你也不看看你的小肚肚？难道团团的小肚肚不可爱吗？可爱，崽子最可爱。可爱？小郡主拥有全天下最可爱的小肚肚。最可爱？他的侍卫长多少有点大病，平翘舌都分不清了。人潮汹涌，个子小小的叶团团瞬间被淹没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爹爹，抱抱。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天真无邪，就算是冷面王爷也无法拒绝。叶景寒弯腰将他抱了起来，让他骑在自己脖子上。叶团团的视野瞬间开阔，他好奇地看着周围，看到了好多姨姨们自然也看到了他们。哇，那边那个男人好英俊。峰山县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美男子了？看到了，真的好看。这真的不是柳春河畔的男子头牌吗？好看是好看，可惜已经有家室了。没看到人家还抱了个小娃娃吗？还真是，不过好像没看到娃娃的娘，她该不会是官夫吧？你们说，我有机会做小娃娃的后娘吗？做后娘，我看你这算盘打不响，除非你把人抢了回去，做个压寨美人夫君。
那肯定能让隔壁山寨的人羡慕死。美人在怀，啧。几个女人说着说着，竟一起放肆地笑了起来。叶景寒的脸色瞬间冰寒，周身气压骤降，他下颌肌肉明显绷紧，牙关紧咬，极度愤怒。完了！敢说王爷是美人，这几个疯婆娘当真是踩到了王爷的雷区。叶景寒眼中闪过一丝杀气，开始思考。王爷，小郡主年纪还小，别见血。也罢。爹爹，什么是美人压寨夫君啊？叶团团水汪汪的大眼睛眨动，纯真无邪地看向叶景。听到了，小郡主居然听到了。好了，这几个女人死定了。说本王是美人，已经是死罪。白姬，去查一下他们是哪个山头的，一锅端了。是。七七，什么是美人压寨夫君啊？小在，压寨夫君的意思呢？就是要和你爹爹永远一起生活。哦，聪明团团明白了，等团团长大了，就要抢了爹爹做压寨夫君。叶景寒前进的脚步猛地一顿，他抬手叫住正要离开的白姬。回来，王爷这是大发善心了。一锅端就不必了。查出来地方之后，派兵把山头直接给本王踏平了，一只老鼠都不能放过。这些个误人宰宰的该死女人。夜晚的街道上，叶景寒抱着叶团团，脸色冰冷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团团能感觉到爹爹似乎生气了。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一下这个爱生气的爹爹。说吧，又想吃什么了？九王爷深知这个小蠢货的套路，这么乖巧，必然有所图。才不是想吃什么呢，是想哄哄爹爹。叶团团刚要开口解释，眼神突然被不远处的小摊吸引。一口油锅里，金黄色的丸子正在滋滋作响，香气四溢。爹爹，团团想吃那个。不准吃，那油不干净，怎么能给小孩吃？爹爹，压寨爹爹。叶景寒眉头紧锁，额头青筋轻微跳动，嘴角下沉。叶景寒弯腰，一把将叶团团抱起来，转身就往反方向走。王爷已查明，他们是虎门岗山匪，那一带匪患猖獗，朝廷清剿无果。虎门岗山匪带动了当地铁器马匹生意，形成畸形闭环。既然惹到王爷，好日子到头了。属下已给侍卫营下令，即刻便可剿匪。仔仔，你出去干什么？我要出去买炸丸子，爹爹说那是垃圾食品，可是它看起来好好吃，我一定要尝一口。叶团团轻手轻脚地溜出房间，悄无声息地来到客栈大堂。他仗着自己身形矮小，从门板的缝隙中挤了出去。刚站稳在街上，叶团团正左右张望着炸丸子小摊的方向。忽然，一只大手从后面伸出，猛地捂住了他的嘴。下一秒，叶团团被人整个抱起，迅速脱离了原地。啊，这是什么新游戏吗？仔仔，你这是被绑架了。什么？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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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他想霸气的喊，但发出的声音却毫无威慑力。绑架的汉子嫌他吵闹，腾出一只手在他后颈上用力一劈。叶团团眼前一黑，身体慢慢软倒，瞬间晕了过去。仔仔，漆黑的小巷里，一个人贩子扛着一个麻袋，飞快地消失在夜色中。在一阵颠簸中，叶团团悠悠转醒。他发现自己手脚都被粗麻绳捆着，正躺在一辆摇晃的马车里。七七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团团不要怕，七七会保护你。我被打晕之前，七七也是这么说的呢。马车壁轻微晃动，车外传来几个男人的对话声。张麻子怎么抢了个小女王？能值什么钱？你懂个球！清风寨寨主傻儿子需女娃冲喜，卖男童赚钱，还是卖这女娃给清风寨赚钱？哎呦，还是你张麻子会做生意，难怪你蹲客栈，原来是看中了这小女娃。听听，夸我好看呢。仔仔，他们是坏人，童养媳就是要你和傻子一起生活，他们要把你卖到山寨去。什么？那不行，团团要和爹爹一起生活，竟敢把团团卖到山寨去，团团要砍了他们的脑袋。叶景寒坐在软榻上，白姬和一众侍卫垂手站在下方。王爷，我们岗山匪说二世子被明山寨囚禁了。二世子叶战，年仅7岁半，奉命收税未归。明山寨好大的胆子！明山寨与九王府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今却踩了雷区。调兵去明山寨。白姬正要领命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：“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！小郡主他不见了！”
叶景寒身体猛地一僵，随后开始轻微颤抖，瞳孔骤然收缩，眼神中充满难以置信的震惊和痛苦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仔细说来。叶景寒面沉如水，一身煞气，整个客栈的温度仿佛都降到了冰点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客栈小厮被白姬拎了过来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回王爷，小的好像看见小郡主一个人下楼了，好像是要出去。叶景寒的眼神骤然变得狠厉，周身散发出恐怖的杀气。找，把整个封山县都给本王翻过来，也要找到小郡主。一声令下，千骑营精锐进出，瞬间布满了封山县的大街小巷。可是王爷，二世子那边明山寨，王府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千骑营，王爷必须做出抉择。他死不了，先找团团。女儿还是要找回来宠着的。王爷果然还是那个王爷。阿 T， 七七，我要怎么才能让爹爹来救我呀？仔仔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人伤害你。这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对了，得想个办法让爹爹知道我的位置。仔仔，你真觉得你爹现在在找你？这次他肯定要将功补过，现在一定更努力的在找我。这逻辑好像哪里不对。有了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一会把前面的庙烧了，火烧的那么大，爹爹肯定能看到烟。不会是你。好，就这么干。可是我没有火折子呀。这……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呀？我强项是宫斗，收名将，不算天机。我只是没有火折子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都还是小孩子。突然，粗糙的大手缓慢地深入马车车厢，带着一股难闻的恶臭。马车门被一脚踹开，一个男人伸手将叶团团粗暴地抓了出来。叶团团痛得皱眉，眼神坚毅，忍住没哭。哟，还是个识时务的。哦，呸！还敢嫌弃老子？大黄包牙手猛地松开，将叶团团粗暴地推倒在地。你很快就要去给傻子当童养媳了。我说你轻点，要是骨头弄断了，卖不上价钱。张麻子给叶团团松了绑，把他推进一间破屋。屋内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孩缩在角落里，一个小孩顿时愣住了。小郡主，您怎么也背？有主意了。叶团团立刻凑到张可人耳边，小声地交代了几句。张可人点了点头，两人挨着墙角蹲下，装出很害怕的样子。门被推开，张麻子和大黄包牙走了进来。这高一点的就不需要了，一会就让人送到隔壁县城。每天一个馒头喂斩也是浪费老子钱。张麻子说完，上前抓住张可人的手臂就往外拖。啊！狗日的，牙都没长齐还敢咬老子！巴掌即将落下，其他孩子吓得发抖。住手！奶声奶气的声音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，让张麻子停下了动作。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买童养媳的人家不会喜欢高一点的呢？万一他们就喜欢高的，不要我这种小矮子，那你们怎么办？仔仔真是豁出去了，连自己是小矮子都说出来了。也是，带两个去，保险一点。两人骂骂咧咧的出去了，锁上了门。张可人，你疼不疼啊？我不疼，小郡主，你要的东西我拿到了。一个火折子正静静躺在张可人的手心。好了，可以报信了。仔仔好厉害，你果然是离开你爹之后智商暴涨。难道团团在爹爹面前智商就很低吗？才不是咧，团团只是在爹爹面前不喜欢动脑筋罢了。嗨，有一点点想爹爹呐。就一点点。破庙里，张麻子和大黄包牙等人鼾声如雷。黑暗中，一缕青烟从柴草堆中升起，接着是小小的火苗。屋内温度升高，空气中弥漫着东西烧焦的味道。张麻子睁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熊熊燃烧的火光。糟了，走水了！快起来，走水了！他一脚踹醒旁边还在打呼的大黄包牙。不好！张麻子连滚带爬的向前移动，身体摇晃，姿态狼狈。张麻子右腿猛地踹向房门，连滚带爬的朝房间跑去。屋内，几个孩子正从一个被砸破的大洞窗户往外爬，想跑，忽然一张燃烧着的大草席落下，正正盖在张麻子。啊！我的头发，我的衣服！叶团团拉着张可人，灵巧地从窗户翻了出去，其他几个小孩也紧随其后。几个孩子跑出破庙，外面是荒郊野岭，野草丛生，
孩童们互相看了看，面部表情从茫然转为无措。仔仔，外面是东南风，你朝着西北方向跑，那边似乎有山洞，先去躲躲。他虽然年纪最小，但语气异常坚定。几个孩子下意识地跟在他身后跑。叶团团跑动中回头看了一眼，身后的破庙已是火光冲天。该死的，还敢放火！看老子不好好教训一顿！站住！给老子站住！吼叫声像催命符，孩子们吓得拼尽全力往前狂奔。仔仔，前面最高的那丛草里是个山洞，可以进去躲躲。叶团团一马当先，张可人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，剩下几个男孩对视一眼，也跟了过去。孩子们挤在狭小的山洞里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敢动。夜风吹过，高高的野草摇曳，完美地掩盖了他们留下的痕迹。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张可人原本颤抖的身体奇迹般的平静下来，眼神充满信任地看着叶团团。草丛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孩子们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瞪大，眼珠向洞口方向转动。该死的女娃，肯定是那个小女娃带头的。等老子抓到她，一定叫她好看。说谁小呢？哼，等爹爹来了，一定让他好好收拾你。其他孩子听到人贩子的声音，已经吓得发抖，死死捂住嘴巴。一根烧得漆黑的木棍拨开草丛，大黄猫牙的身影越来越近。七七，怎么办？仔仔，要不你花5积分购买一个不疼片吧，吃了之后48小时内挨打都不会疼，伤口也会自动愈合。哎，我的系统果然还是没用，3岁的宝宝已经不买假药了。就在这时，大黄猫牙的脚从洞口前，看来不在这一片了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脚步声和拨草声渐渐远去，洞内的孩子们长舒一口气。我的手！爹爹，我在这里，团团在这里，爹爹！无数火把照亮天空，一支骑兵部队涌来，为首的正是叶景寒。郡主受惊了，吓得剩下的人贩子腿一软，瘫在地上，裤裆湿了一片。千骑营能调动千骑营的，只有九王府那位杀神九王爷恕罪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啊！王爷面前禁止喧哗，结巴也不行。叶景寒将叶团团抱进怀里，宽大的手掌顺势捂住了他的眼睛。有没有受伤？有，当然有。叶景寒眉头瞬间拧紧，仔仔细细的检查。哪里受伤了？给爹爹看看。我的心受伤了，呜呜呜！明明是小郡主自己偷跑，怎么反倒是王爷的错了？叶景寒见他还有心思耍赖，便知他并无大碍。罢了，先回去再说。千骑营的士兵已经将剩下的人贩子全部解决，并安抚了孩子。叶景寒的目光落在了攥着衣角的张可人身上。这个女孩不顾一切冲上去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草名叫他叫张可人，就是团团跟爹爹说过的张可人。哦，原来他就是小蠢货交的第一个朋友。小郡主，张可人给王爷给小郡主磕头了，谢谢。起来，你可愿意做小郡主的护卫？护卫是保护小郡主的意思吗？张可人并非张员外的亲孙女，真正对他好的只有小郡主。草民愿意。白姬，属下在，属下将他带回暗卫司，好生培养。叶景寒的目光扫过地上几具人贩子的身体。明日午时，将他们挂在城。是。哇，爹爹好威风呀！叶景寒嘴角机不可察的微微勾起，这份愉悦没能持续3秒。叶团团的注意力被叶景寒那匹战马吸引。哇，爹爹，这匹马真好看，肯定很好摸。小琪，想，团团也想和爹爹一样威风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说不行就不行。叶景寒的爱马听风性情刚烈，随便一蹄子就能把叶团团踢飞。叶团团不甘心，挣脱爹爹，迈着小短腿朝黑马跑去。小郡主，危险！叶团团刚靠近，空中发出一声长啸，前蹄高高扬起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白姬冲过去抱住叶团团，躲开了马蹄。小郡主啊，这可使不得，他只认王爷一个主人。叶团团没有哭，只是冲着高大的听风撅了撅嘴。哼，不让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他扭头又变回乖巧的模样。
跑到叶景涵身边，拉住他的衣角。那好吧，爹爹不让骑，团团就不骑了。千骑营士兵们无不感叹郡主真是懂事又可爱。两人共乘一骑，大部队开始向山林深处行进。爹爹，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呀？这条路不是回客栈的呀。去明山寨。去山寨做什么？叔叔们不是已经去打山贼了吗？王爷是去见山匪头头，更重要的是要去救二世子。二世子是团团的二哥哥吗？正是。爹爹，二哥哥长得好看吗？会不会比爹爹还好看呀？叶景涵猛地一拉缰绳，身下的黑马发出一声嘶鸣，叶景涵俊美的侧脸瞬间附上一层寒霜。要不然还是别救了吧。院落中央，一个身着长袍的男人正在练剑，剑法凌厉，但收剑入鞘后，气质瞬间变得温和。此人便是明山寨寨主明秋，长了教书先生的脸，干的却是山匪头子的勾当。方圆百里，无人不晓。寨主不好了，何事惊慌？世子爷说要一把火把咱们寨子烧了，烧了正好，找九王府要请主见。反正他家是座金山，不讹白不讹。寨主，这个钱怕是要不到了。听说九王爷压根没打算来救二世子。明秋端茶杯的手一顿，我听下边兄弟说，昨晚千骑营全出动了，就在咱们旁边的丰山县，阵仗大得很。怎么一帮打进来了？不是，听说是为了找被人掳走的小郡。小郡主，叶景涵什么时候有女？这个消息可比一帮打进来还让人觉得天崩地裂。他当真要女儿不要儿子？你的信送到了吗？二世子被绑的消息下午就送到了，他找郡主那是晚上的事儿。完犊子，这票买卖要胡说，父王不可能不要。你们休得胡言！信不信本世子一把火烧了你这苦寨子？这脾气，果然是叶景涵的在责。叶战见威胁无效，气得小脸通红，越加愤怒。父王不可能为了个女。叶战冲过去，抓起石桌上的剑，朝着明秋刺去。本世子要杀了你！老钱吓得连连后退，明秋却岿然不动。明秋淡定地伸出手，拿起茶盘，当的一声，剑尖被茶盘稳稳挡。二世子，你这般拿剑就杀人，和你父王有何区别？你胡说！父王不可能为了个小丫头不要本世子。可我没胡说啊。明秋指了指地上的一颗小石子。二世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石。看吧，事实摆在眼前。这人怕不是个傻子。一个守门山匪连滚带爬地跑进院子。寨主，不好了！能比二世子拿剑砍我还不好。九王爷带着人上山来了，那架势像是要把咱们一锅端啊！什么？明秋脸上瞬间由惊转喜。这哪是坏事，分明是天大的喜事。叶景涵来了，这买卖就还有得谈。听见没？父王来救我了。明秋，你等着被收拾。老钱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叶战的嘴，将他拖了下去。老钱把二世子请回房里，既然是绑票，就得有点绑票的样子。是，寨主。明秋理了理衣领，准备迎接贵客。咻一声轻微的破风声，一片树叶擦着明秋的衣袍飞过。我这可是昨日才下山买的新衣裳，九王爷一来就给弄破。老钱，老奴在，把咱家账本拿出来，给九王爷记上一笔欠款100两。话音刚落，叶景涵牵着叶团团的身影出现在院门口。爹爹，什么衣服要100两银子那么多呀？土匪的遮羞布。你行，你还带个女儿来骂我。明秋正要回怼，目光却落在了叶团团身上。粉雕玉琢的小奶娃，穿着粉色小裙子，头发束成一个发髻。哎呦呦，这小奶娃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又野又萌的打扮，乖到人心坎里去了。
要不是叶景寒这尊煞神还处在旁边，明寨主恐怕已经冲上去虎口毒娃了。叶团团大大的眼睛好奇的眨巴，嘴角保持微笑。哇，这个叔叔跟爹爹不一样，也好帅呀！扣一声轻响，叶景寒屈指，轻轻敲了一下叶团团的小脑袋。哎呀，爹爹吃醋了，还是爹爹最好看，爹爹是天底下最好看的。叶景寒右臂抬起，手掌张开，向后挥了挥手，身后的千骑营士兵立刻心领神会，退到后山休整。我一定是脑子坏掉。叶景寒好看，他竟然允许别人说他好看。明秋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两人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性格超烂的人，有了女儿之后会更变态。叶景寒感受到明秋那狗头衔的眼神，缓缓将手按在了腰间的刀柄上，刀柄上的宝石闪过一丝寒光。别，九王爷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读过书的，别动武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武。叶景寒的手缓缓按在腰间的刀柄上，刀柄上的宝石闪过一丝寒光。别，九王爷，咱们都是读过书的文明人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武，别动武。小姑娘，你好呀！堂堂九王爷，此刻竟然想吐。叔叔你好呀，我叫叶团团，叔叔可以叫我小团团。原来是小团团，你想吃什么吗？叔叔，这里有好多好吃的。我想吃辣子鸡丁、山椒山芋、西瓜饭、菠萝烤肉、十全大南瓜，还有白虾和清炖子哥、尖椒爆牛蛙南瓜。哈哈哈，太乖了。明寨主发现这个小乖乖有一项了不得的特长——报菜名。你既然都来了，书房请洞山那边的事情，你多少应该收到点消息。去找你二哥哥玩。你刚从封山县过来，洞山的事情肯定听说了。我有一帮兄弟被官府抓了，怎么都不肯放人。怎么，现在洞山要独立于青鸾城了？这事儿你管是不管？你把叶战怎么了？就你那个二儿子，我还把他怎么样？你要是再晚来2天，他都快把我这小山寨给烧了。你让他来收银子，我给了，还找了最好的轿子送他走。结果没几天，他又回来了，还问我要银子，不给就砸我东西，啧。明秋说着，从怀里摸出一个账本，推到叶景寒面前。叶景寒拿起账本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，看着下面的总额。又翻看了一下明细，今日子时，二世子打碎花瓶1只，500两。什么花瓶？要500两？那是从前朝皇陵里挖出来的，少说也得500。明秋话没说完，就看到叶景寒投来冰冷的目光，他瞬间谨慎。在本王面前说挖皇陵，你这寨子怕是不想要了。白姬，爹爹不是说是来救二哥哥的吗？团团还以为会打起来呢。小郡主，灵山寨的寨主和王爷其实是好朋友。好朋友？是，当年王爷刚到青鸾城，这里非常混乱。王爷为了摸清各方势力，又化名叶景，成了一名流浪剑客。哇，流浪剑客！当时明秋寨主还是个一心想当山贼王的落魄公子，他和王爷一见如故，两人联手。一个成了山贼王，镇压了地下势力；一个肃清了官场，稳固了青鸾城。哇，好有趣！团团以后也要做一个流浪剑客，超级英俊的那种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事成，明寨主也知道了王爷的真实身份。您想，一个是官，一个是匪，自古对立，所以哪怕关系再好，也不能明面上往来，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叶团团缓慢地点了点头。表情从似懂非懂变为若有所思。两人走到一间房门前，小郡主，二世子应该就在里面。那我去找二哥哥。叶团团蹦蹦跳跳地推开门，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青年正踩着凳子，双手抓着窗框。啊！青年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
手上没抓稳，脚下哪里来的小矮子，吓得本世子摔了一跤。你等本世子出去，绝对不饶你。二哥哥，你的屁股疼不疼呀？你管本世子的屁干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？二哥哥，你就是住在后院那个人。是我。二哥哥，你屁股疼吗？结果这个呵呵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叶战越想越气，一脚踢开旁边的凳子，不想再理会叶团团。叶战不耐烦地推开叶团团，朝外走。父王偏心，为了这个小矮子都不来救我，气死我了。叶团团见状，赶紧跟了上去。二哥哥，你刚才摔跤了，疼不疼呀？你一个小姑娘家，怎么老是追着问人疼不疼？叶战努力思索，小脸憋得通红。你这样是有失分寸。哈，有失分寸，哈。分寸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叶团团虽然不紧，但感觉二哥哥没有恶意，又想跟上去。别跟着我，二哥哥，不准这样叫本世子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闭嘴。可是前面是女眷歇息的地方。叶战脚步猛地一顿，看到一个写着女字的帘子挂在小屋门口，他的脸一下涨得通红。可恶，都被这个小丫头气昏头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丫头是个笨，这是什么？叶战的视线落在叶团团手里捧着的一个精致小瓷瓶上。团团有药，爹爹马车上的药，用一点就不疼了。叶战愣住了，叶战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。他不是在嘲笑我，是想给我药。我刚才是不是对他太凶了？就在叶战纠结时，他看清了药瓶的样式。等等，这不是只有父王才能用的顶级金疮药吗？父王都没舍得给我用，怎么会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？哼，白姬，二世子有什么吩咐？带本世子去找父王。这二哥哥最好还是不要去找爹爹吧。为什么？你没资格插手我的事。难道二哥哥忘了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把收来的银子全部花完了的事情？话音落下，空气瞬间凝固。叶团团咬住自己的小拳头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只是偷听到他打碎了一个很贵的花瓶而已啊。万两白银全花完了，难怪明寨主要把二世子关起来。不是，那个本世子是说，属下没听到，属下什么都没听到。白姬一副二世子您自己跟王爷交代，别连累我的表情。完了，这次死定了！叮，恭喜仔仔触发隐藏任务，二哥的私房钱。哇，是什么任务呀？帮助叶战拿回被奸商骗走的钱财。任务成功奖励50积分，任务失败扣除30积分。仔仔，50积分很多的，够购买百兽召唤术了。召唤猛兽和爹爹一样威风。好，团团要接。叶团团迅速点击了领取任务。二哥哥，你的银子是被奸商骗了呀？啊！连小丫头都知道我是被骗了，气死我！没关系的哦，团团可以帮你拿回来。真的？叶战面部表情从疑惑的皱眉逐渐转变为不屑的瞥嘴。她一个小丫头能帮什么忙？我真是糊涂了。二哥哥是被西街珍宝坊的奸商骗了呢。他怎么知道？难道爹爹也知道了？不对，爹爹要是知道了，我现在已经在抄家训了，肯定是暗卫走漏了风声。团团是个幸运星，一定能帮你把银子要回来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拉着这个小丫头一起带着。好，本世子就带你去。叶团团整理好衣服，准备跟叶战去山寨门口做客。然而，叶战却带着他七嘴八舌，最后在一个墙角的小角落前。我们不坐马车吗？什么？说完，叶战一把拉住叶团团，推开角门走了出去。两人刚从角门里出来，树林里传来几声惊叫：“二世子，小郡主，这是
一个复仇。暗卫们虽然是第一次见叶团团，但早已在暗卫司内部听闻了他的大名。今日小郡主已在王府花园种下第12株新花苗。报，小郡主给王爷的马梳理毛发，马儿今天格外温顺。所以说，就算是这几位暗卫第一次见到小郡主，却总有一种久仰大名的感觉，以至于听说要跟小郡主一起出去，竟然都非常兴奋。平日里不是要下跪求我不要出去惹事的吗？要飞高高，要飞呢。是，小郡主。哇，好高呀！没见过世面的小矮子。话虽如此，叶战心里却突然有些后悔，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练习轻功？不然我也能飞上树，让他也对我挖一下了。一行人很快来到一处地下赌坊，里面传来嘈杂的叫喊声。就你了，扮作我的随行护卫。多谢二世子。不对，出门在外，叫我公子。好的，二公子，小小姐。叶战点点头，带着叶团团和暗卫朝赌坊里面走去。叶团团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对一切都感到新奇。糟糕，忘了我压根没带银子出来。哪里来的小屁孩？出去出去，这里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，没银子可不能进来。谁是小屁孩？小爷有的是银子。哟，还嘴硬。休得对公子无礼。那小厮吓得一哆嗦，但仗着是在自家地盘。你们是来闹事的吧？没银子还敢闯赌坊？看我今天不打断你们的骨头！暗卫眼神一冷，手按在刀柄上，准备兄弟发信号。这个可以换银子吗？小厮轻蔑的低头，心里还在想一个小屁孩能拿出什么好东西。退下，都退下！我的老娘哎，这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上好古玉啊！死定了！完了完了！小郡主竟然把王爷的贴身玉佩给当了，这可是父王的随身玉佩啊！反正都预定了，一顿打了多一顿，好像也不算多。仔仔，问一下你二哥哥之前在哪输的？二哥哥，之前是谁骗你的银子呀？让团团、小福星帮你克他。每次我压的银子一多，就准是他赢。那人就是老千。老千是什么呀？就是作弊的赌徒。长得越平凡，越不容易被人记住。那七七有把握赢吗？就算是千王之王，在我面前也是个渣渣。哦，全压。我100%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就不该带这个小孩子来。桌上的赌徒们看到这一大筐银子，眼睛都冒出了绿光，离手不悔。叶战气得直拍大腿。叶团团却拉着他的袖子：“二哥哥，你要相信团团。”信你个鬼！你什么都不懂，就敢全压。七七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看出来他是怎么作弊的吗？本来是要看一把才能明白的，还以为七七超厉害的呢。谁说的？我现在就可以看。这一桌的金额巨大，周围瞬间围满了看热闹。叶团团的身高刚好和赌桌一样高，不踮脚就只能看到。一个男孩和一个蝴蝶结的小女孩对战着一个中年男人。赌坊内气氛紧张，银两泛着寒光。诸位客官，规矩与先前一致，可择大小，亦可点名数目，请二位客官查验点子。叶战抬手揭开中具，随意扫了一眼那里的点子，又伸手轻轻拨了拨，便将中盖合上，神色平静。叶战怀中抱着叶团团，叶团团好奇地看着中具。对面的中年男人却不急，他将点子取出，置于掌中，借着灯火反复端详，动作细致而缓慢。他动过点子？咦，我怎么没看清？手法极快，寻常人难以察觉。台主见二人已查验完毕，扣紧中盖。既已查验，这一局开始。中内点子翻滚，清脆的撞击声接连响起。砰！叶战与中年男人几乎同时将中具按在桌案之上。二位客官，请报数。仔仔，他的是重数。叶团团伸出小手，轻轻拽了拽叶战的衣角。二哥哥，重数。叶战微微一怔，目光掠过桌案上堆叠如山的银两，又落回妹妹笃定的神情上，心中一慌。重数，这小公子一开口就压这么狠，一上来就想全数喝走。
胆子也太大了。这人运气未免太好了些。嘿嘿，仔仔，他心里开始乱了。仔仔，不对，他改动了点子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您方才报的是对方数目，是就此止步，还是继续应决？叶战下意识挺了挺胸口，正要顺势应下。二哥哥，停手！叶战一怔，满脸不可思议。不是说好听团团的吗？叶战看着妹妹的神情，又扫了一眼四周等着看热闹的目光，心中又急又恼，忍不住抓了抓头发。我停，就这一次。叶战桌案上一半银两被移走，依照规矩，叶战桌案上一半的银两被移到了中年男人一侧。围观之人顿时发出一阵惋惜的低叹。真是不该死。请二位报数：1点、2点、3点，小数。小公子，是就此止步，还是继续应决？这回我绝不可以，不能让他继续。二哥哥，停手！说好的运气呢？怎么全部作数了？二哥哥，最后一次，团团求你了。叶战深吸一口气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像是在做一个极难的决定。我止步。话音落下，他猛地抽回袖子，气鼓鼓别过头去，明显不愿再看见他。二哥哥，团团保证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。你上一把也是这么说的。七七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七七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稳得很，我堂堂女帝系统，怎么可能掉链子？站直了看。第3局展开，看客皆认定胜负已定。小公子，请报数。大青羊，他的是大青羊。叶战猛地闭上眼睛，一副豁出去的模样。大青羊。对面的中年男人脸色骤然一变。又对了，这小子身上绝对有问题。中年男人神色如常，桌下却悄然抬腿，脚尖轻轻一晃，试图触动暗处的装置。怎么回事？失灵了？他心中一沉，又悄悄挪动脚尖，加重力道踩下去，可脚下仿佛落在虚处，始终使不上劲。这片场子的契机，现在由我接管了。这位客官，该您应局了。大，小数。好，双方已定，准备开中。台主揭开叶战面前中具。大小，这位客官报得无误。四周看客顿时发出一阵惋惜的低叹。台主转身，将手按在中年男人的中具之上。且慢！他在桌下最后一次挪动脚尖，试图引动暗处装置，可中内却毫无反应。怎么会？那股牵引不见了。台主并未理会，依着规矩倒数一声，随即掀开中盖。几名心急的看客已经伸手，准备收取叶战桌案上的银两。六，重数，大青羊。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场子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怔在原地，目光死死盯着桌案上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什么？这位小客官赢了？偌大的场所内，顷刻间静得落针可闻。大青羊，真是这个数。那小客官当真赢了。短暂的死寂之后，人群猛然炸开，惊呼声、议论声此起彼伏。我真的赢了。短短片刻的恍惚过后，一股难以遏制的喜悦猛地涌上心头。你可真行。二哥哥，慢点啦，团团头都转晕了。有古怪，这2个小娃娃绝对有古怪。中年男人擦了一把汗，眼看银子已经输光，再赌一把。叶战刚把桌上的银子往自己怀里划了，听到这话，又看到金条，眼睛瞬间亮了。怎么，小娃娃不敢了？全压，说谁不敢呢？还有小鹦鹉不敢的事。好，今天就看我过瘾。小矮子，这次还靠你了。交给团团。路主放心，有我在，此场之内皆为王。在系统控制力下，叶战兄妹拿下全胜。金条，拿来吧你。不对劲，我暗中试过，机关明明能运作，怎么会接连失手？有猫腻，他们动了手脚。场内顿时一静，所有目光齐刷刷投向兄妹2人。诸位都看在眼里，不过2个小娃娃，次次应数，这未免太反常了。说的也是，哪有年纪这么小就能次次拿准的？查一查，身上准有不干净的东西。几名输得心浮气躁的男人立刻往前逼近。谁敢再上前一步，他再怎么闹腾也是个孩子，岂能任由这些人胡来？几道身影同时掠出，暗卫现身，锋芒直指四周。暗卫虽知几人，
但那股久经风雨的冷厉气势，却让众人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。围观之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无人再敢逼近。七七，他们好吓人，怎么办呀？放心，这点阵仗还难不住我。关键时刻绝不失手，场中牵引，全面加强，给我拉满。场所之内，一幕诡异的变化悄然酝酿。暗卫手中兵刃忽然微微偏转，刀身不自觉地朝着同一方向倾斜。我的发冠要掉了。场所内，墙上悬挂的铁质器物开始轻轻震颤。这一幕突如其来，立刻让在场众人心头一紧。再添一分力道。空气中骤然响起一阵细碎而急促的破风声。场内凡是带着金属质地的物件，竟齐齐朝着同一个方向偏移而去。数不清的物件尽数聚拢在中年男人脚边，动弹不得。场内霎时安静下来，所有视线都集中在中年男人那只被异物围住的脚上。中年男人面色惨白，嘴唇不住颤抖。问题就在他身上，真正做了手脚是他。拦住他，看看他脚下到底藏了什么名堂。场内顿时一片混乱，呼喝声、脚步声交织在一起，局面彻底失控。叶团团趁着场面混乱，从桌案下悄悄穿过，将那根金条抱进怀里，又迅速钻了回来。拿到东西，走。这姿势跟爹爹以前抱我的样子一模一样。二哥哥，怎么了？玉佩，父王的玉佩，差点把最要紧的忘了。两人匆匆回到兑换台前，小厮正探头张望着场内的乱局，见他们折返，立刻换上一副客气的神情。两位小爷，可是要再行周转，还是另有吩咐？赎回这件物时，贵客要取回当物，需由掌柜亲自过目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叶战未多犹豫，牵着叶团团便上楼。极品和田龙银佩，价值难以。掌柜，我们来取回那枚玉佩。本坊自有行规，寄存之物一经入账，向来不再不取。这话我可听不明白，哪家行当这么说？在这间屋子里，规矩有我这样的世家子弟见多了。东西既已到手，岂能轻易动？这么说，是不打算交换？就如此来人。三道身影无声而现，悄然立于掌柜身后。三名暗卫如影随形，稳稳立在掌柜身后，将叶战与叶团团护在中央。室内气氛骤然一凝。掌柜见那三名护卫气息沉稳，身形利落，眼神不由微微一沉。掌柜的，明白人就该做明白事，把玉佩交出来，就此了结。好大的胆子！既然你们不懂规矩，那我也不必客气。来人！话音落下，门外脚步声骤起。二哥哥，怎么办？小小姐放心，有我们在。三名暗卫同时收敛气息，手按腰间，神色冷静而专注。倒是几条忠心的好手，可惜跟错了人。若是识时务，掌柜慎言。今日之事，怕是没那么容易善了。你们还是先想想如何全身而退吧。对面的随从尚未反应过来，只觉眼睛一花，局势已然失控，转眼间便被迫退散开来。剩余之人多是市井之辈，哪曾见过这等阵势，惊慌之下连连后退，阵脚大乱。一群不中用的东西，几个人都拦不住。被呵斥之下，那些人只得硬着头皮再次。场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与碰撞声过后，局面再度被暗卫压制。掌柜见状，目光一沉，猛地推开身旁的一道暗门。随着暗门开启，又有数十名随从鱼贯而出，将三名暗卫围在中央。叶战眼见三名暗卫衣衫凌乱，气息渐重，心中又急又怒，弯腰拾起地上掉落的一件短器。二公子，不可！让开！今日这口气，我非讨回来不可。但叶战终究年纪尚小，很快便被两名随从制住，压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！掌柜冷笑着走近，抬起手来，神色阴沉。小小年纪，不知进退，今日就让你记住什么叫规矩。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破空声，一道金芒掠空而至。啊！掌柜猛地收回手，踉跄后退，捂着手腕倒吸冷气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枚金色叶状暗器深深嵌入身后的立柱之中。叶战一眼认出那物，眼中瞬间亮起光彩，
趁势挣脱束缚，踉跄着朝门口奔去。父王，父王，你来了！一名身着灰袍的男子率先踏入室内，气度沉稳，眉目清俊，书卷气中透着不容忽视的威压。明明爷，您怎么亲自来？这点小事怎敢惊动您？话未说完，明秋神色冷淡，抬手一推，掌柜整个人失去平衡，重重撞在墙边。掌柜顺着墙面滑落在地，面色惨白，连声都不敢出，只剩急促而凌乱的呼吸声。你要死，别拉上老子！他的目光扫到旁边呆萌的叶团团，硬生生把老子2个字咽了回去。乖乖小郡主，不怕不怕，明叔叔来救你了。哇呜呜呜！他们欺负团团，不给团团玉佩，呜呜呜！明秋心疼地给他拍着背，感受着怀里软萌的小奶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着玄色锦袍的男人缓步踏入房间。他刚走进来，看到女儿在别的男人怀里哭，眼神一寒，指尖一道金光闪过。明秋吓得慌忙侧身躲过，金叶子贴着他的脸颊飞过，一枚金叶子噗一声钉入明秋身后的墙壁，尾端微微震颤。喂，又不是我把小郡主弄哭的，你不要乱发脾气。爹爹棒，爹爹，有人欺负团团，还打二哥哥，呜呜呜！叶景寒周身的气场森不下来，他上前从明秋怀里将叶团团抱过，又扫了一眼乖乖站在一旁的叶战。谁欺负团团了？就是他！掌柜的吓得裤裆一热。王爷饶命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叶景寒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，便将叶团团放了下来。跟你二哥哥出去。怎么就放下来了？团团还没哄好呢，快抱回去呀，爹爹！房内的动静不宜被孩子听到，叶战立刻捂住了妹妹的耳朵。咦，二哥哥在做什么呀？团团什么都听不见啦。一丝液体从门缝里缓缓流淌出来，在地面上蔓延开。别看，要听二哥哥的话。事情谈妥了，这出收益6成入九王府，4成归明山寨。叶景寒随他一道走出，可在看到门口站着的2个孩子时，神色顿时冷了下来。叶团团一见父亲，立刻凑上前去，把自己小小的拳头塞进叶景寒的掌心，试探着想牵住。叶景寒却将手收回，并未回应。叶团团不气馁，又一次把小拳头往他掌中递去。爹爹这是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好才行。叶景寒依旧将手避开，神色不变。明秋一时没看出这父女间的暗自较劲，只当小郡主走得乏了。小郡主是不是走累了？明叔叔抱你下楼如何？叶团团正要点头，叶景寒却冷着脸上前一步，轻轻提起叶团团的后衣领，将她抱进怀中，转身便走。还挺护短啊。明叔叔，今日这事算不算给王府添了一处产业？这种话，你还是亲自去问你父王吧。小家伙，自己惹的事还想把我牵扯进去，想得到没？叶战停下脚步，望着父王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神情复杂。叶景寒高坐在主位上，叶团团在一旁，叶战站在下面。敢当了本王的玉佩，还敢去赌房？父王，孩儿知错了，求父王要不要替小矮子求情？他今天还帮了我，又那么带，就说都是我的主意，这才是当哥哥的样子。只听一阵脚步声，叶团团已经爬上了叶景寒的腿上。叶战准备给叶团团使眼色，让他别怕。爹爹，团团才3岁，什么都不懂的。团团是被二哥哥带去的呀，团团也不知道爹爹的玉佩能换那么多银子。爹爹，要罚就罚二哥哥吧，二哥哥还是从伙房的狗洞钻出去的呢。什么？这个绝世小恶魔，前一秒还说同甘共苦，下一秒就把我卖得干干净净，亏我还想替他挨罚，我气死！哈哈哈哈！好个小郡主，小小年纪就这么腹黑，合我胃口，得想办法收她做干女儿，以后跟我一起混。出去跪着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起来。院子里的飞鸟仿佛都在嘲笑他，不是笑他被罚跪，而是笑他被自己的妹妹给出卖了。
你二哥哥还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？你若能再说出2件，本王今日就饶了你。叶团团歪着脑袋想了想，爹爹，二哥哥说他把收来的租都花光了。这件本王知道了。说第2件。要说个什么好呢？得找个无关紧要的糊弄一下爹爹。哦，二哥哥还说团团不守妇道。不守什么？正在旁边喝水的明秋一口茶水全喷了出来。失了分寸，这种话竟然有人敢往一个3岁的孩子身上扣。不好好读书，私自跑去那等地方，还带着妹妹胡闹。好得很。白姬，王爷，去传话给二世子，让他跪着抄10遍《说文解字》，什么时候抄完，什么时候起身。是。叶团团察觉到父亲的怒气已然转向，悄悄松了口气。还敢把本王的玉佩拿去做这种事？不敢了，团团真的不敢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自觉地把圆乎乎的小脸凑过去，讨好似的让父亲轻轻捏了捏。夜色笼罩山寨，四下灯火渐熄，一片静谧。叶团团悄悄从床上爬起，端着一盘偷偷流出的午膳，小心翼翼地摸到叶战手的边。叶战点着一盏油灯，一边揉着酸胀的手腕，一边低头抽水。二哥哥，团团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哼，谁要吃你的东西？你走。二哥哥，吃一口吗？真的很好吃的。不吃，出去。二哥哥别生气了，团团也是没办法的呀。要是团团也被罚了，谁来给二哥哥送吃的？团团这是从大局考虑。好像是我也道理。为什么跟父王有人？团团真的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嘛？本来只是想随便说一个糊弄爹爹的。好了，我不怪你了，你别哭啊。真的？我是不是又上当了？好吃吗？他看着妹妹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心里一软。好吃。那二哥哥再吃一个。够了。二哥哥，洞山那边好玩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爹爹和明叔叔明天要去洞山。洞山？父王要去洞山，那边的官府可不太听话，这倒是个机会。小矮子，你怎么知道洞山的？团团路过的时候听到的。叶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书房的烛火果然还亮着。父王和明叔叔还在商议，肯定有大事，再去听听。叶团团心领神会，两人露出鬼祟的笑容，两个小脑袋悄悄地摸到书房的窗户下面，蹲下身子，竖起耳朵。洞山那个知府，好大的官架子，青鸾城周围的官府是不是不听你？是你的分寨被洞山知府扣押了。对30几个兄弟说关就关，明日那30几个兄弟就要被押送京城。押解京城，本王并未收到汇报。好个洞山知府，是想换个主人了。明日本王和你去一趟洞山。话音刚落，一只野猫从墙角窜出，喵的一声，正好踩在叶团团的小手上。哎呦！屋内的两个男人瞬间沉默。这两个没出息的崽，偷听都能暴露自己，滚进来！窗户被推开，叶团团探出个小脑袋。爹爹，明叔叔，好巧啊！哈哈，是啊，好巧。叶团团扶着窗框，小短腿一蹦一蹦的，想翻进去，但个子太矮，只看到一个小脑袋在窗台上一上一下的闪现。走门。叶团团推开叶战，示意他快跑，他自己则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迈着小短腿，乖巧地从正门走进去。爹爹，明叔叔要出去玩呀？大半夜偷听，还想出去玩？主要是二哥哥想出去玩。刚跑到不远处的叶战听到这话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好你个小叛徒，又出卖我！等着，我下次一定把你头上的蝴蝶结揪下来。哈哈哈！叶战这个小霸王竟然也有克星，真是个坑哥户，太可爱了。让他再抄10遍《说文解字》啊！还要抄10遍，二哥哥的手都快断了。团团想骑爹爹的听风，你爹爹的马不让别人骑的。哼，明叔叔有通体雪白的马。哇！叶瑾含起身，将腿上的小奶娃一把抱起往外走。该睡了。哎，叶九，你别走了。叶瑾含脚尖一点，抱着叶团团直接施展轻功，飞身远去。叶九这小气又烂的性格真是过分。
天一亮，千骑营和名山寨的兄弟们已经集结完毕。叶景寒站在队伍前训话，白姬抱着叶团团，正在为他挑选一匹温顺的小马。明秋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从白姬怀里把叶团团抢了过去。来，明叔叔抱。白姬抱着空荡荡的怀抱，愣在原地。我好像终于明白王爷为什么这么看不惯明寨主了。这人确实不咋地。走，明叔叔带你看更多的马。明叔叔，可以多带一匹马吗？团团又要干什么坏事？没有呀。跟明叔叔说实话。叶团团想了想，凑到明秋耳边，小声嘀咕了几句。明秋听完，露出了然的坏笑。1刻钟后，大队人马出发，浩浩荡荡前往东山。队伍最后面，几个暗卫鬼鬼祟祟地护着一个身影，混在其中。走在最前面的叶景寒突然勒住缰绳，骏马长嘶一声停下。他缓缓回头，冰冷的目光穿过人群，精准地锁定在队尾。战儿，滚过来！糟了，还是被父王察觉了。孩儿知错，还请父王准许孩儿以功补过。如何补过？擅自出入不该去的地方之事，尚未与你清算，如今又暗中随行出城，胆量倒是不小。孩儿对洞山一带略知一二，愿为父王分担，还请父王给孩儿一次机会。父子二人相对而立，气氛凝重之极。不远处的马车内忽然传来一声轻微的闷响，这动静多半是那小丫头在车里不安分。谢父王。他连忙起身退到一旁，暗暗松了口气。叶景寒没有再上马，而是转身走向马车，伸手掀开车帘，帘子一挑，一张小巧的脸正贴在车窗边，悄悄往外张望。躲在车里偷看，这点小心思倒是机灵得很。爹爹，早安呀！原来刚才的声音是石盒摔了。叶团团，你是不是在给你二哥解围，所以故意摔了石盒？才不是呢，二哥哥不听话，爹爹教训他是应该的。团团才不会帮二哥哥，团团是站在爹爹这边的。那你为何问你明叔叔多要一匹马？爹爹好，爹爹棒，爹爹什么都知道，爹爹真是了不起呢。不和爹爹说话了，生气了，哼！爹爹这个监视团团的大坏蛋。他还气上了，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叶景寒掀开帘子，伸出胳膊，一只手就把叶团团提溜了出来。他飞身上马，叶团团被放在身前，抱着爹爹的手臂，眼睛瞬间闪亮亮。哇！大惊小怪，看着这小蠢货崇拜的眼神，感觉其实也不错。爹爹，团团想骑听风。听风不同意。叶团团扭头看向右后方，那匹通体油亮的高大骏马，比周围的马都要高出一截，肌肉线条完美，神态高冷。即便落后半步，气场依旧是马中之王。哇，听风真好看。听风性情暴躁，会伤到你。哦，小郡主这么敷衍，一看就是啥也没听进去。1个多时辰后，大部队抵达洞山山脚，下马休整。叶战懂事的跑去为叶景寒取水，叶团团则心思全在听风身上。听风正悠闲地低头吃草，叶团团从怀里掏出小零食，搬了个小板凳，就坐在离听风不远的地方，晃荡着小短腿，自己吃了起来。小乖乖，吃的是什么呀？你爹爹给的吗？才不是呢，是暗卫给的小零嘴。又是暗卫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这黯然销魂芝麻球不好吃，吃了容易变黑，变得和听风一样好看。小乖乖，以后只吃明叔叔给的零食好不好？听风才不是吃这个变好看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？因为听风根本不吃呀。好家伙，他什么时候喂的？小郡主什么时候靠近听风的？听风没有伤到小郡主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小郡主终于还是对听风下手了吗？听风今晚会不会也要窜稀啊？心疼马王一秒。不远处，正接过水壶喝水的叶景寒动作一顿，缓缓放下水壶。这小蠢货，我说了，听风性情暴躁，让他不要靠近。他非但不听，还越来越大胆了，必须好好教育一下。叶景寒正要迈步，突然，山顶传来一阵巨响，所有马匹受惊，纷纷躁动不安。众人抬头望向山顶，更剧烈的声音传来，整个地面都在震动。仔仔快跑！是滚石！只见山顶上
无数大小不一的石头正裹挟着烟尘滚落下来，天灾来得猝不及防。郡主小心，保护郡主！护卫们不顾危险的朝叶团团冲去，但滚石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。一块尖锐的巨石正对准叶团团小小的身影呼啸砸下，死定了！千钧一发之际，几步外的听风发出一声长啸，后腿用力蹬地，前蹄高高扬起。在石头即将砸中叶团团的瞬间，听风用前蹄踢在巨石上，巨石被踢得改变方向，擦着叶团团飞出，在不远处轰然碎裂。叶团团仰头看着高头大马，还没来得及感谢，山顶上更多更密集的巨石滚滚而下，眼看就要将一人一马彻底淹没。就在这时，数道凌厉的剑光闪，明秋已然出剑，一道道剑气将冲向叶团团周围的滚石尽数劈成粉末。一道黑影闪过，叶景寒在石雨落下的瞬间赶到，用外袍将叶团团严严实实的一捂，抱着他冲天而起，飞速撤离危险地带。滚石逐渐平息，众人心有余悸地聚集在安全地带。叶景寒抱着叶团团落地，多年未曾如此剧烈跳动的心脏仍在砰砰作响。有没有伤到哪里？爹爹，不怕，爹爹护着你。明秋和白姬并排骑着马，脸上是同款的呆滞表情。哇，我就知道叶锦寒这种变态，一匹公马，你炫耀个什么蝴蝶结啊？哥。叶团团听他爹爹说，听风的伤不重。这叫什么亲妹妹？眼里只有马。二爷，别生气了，小的给您带了。滚！别介啊，二爷，小郡主正在王爷面前。爹爹，你不要生二哥哥的气，他说是因为算术先生新教了。没错，叶战这厮文科不行，理科却是天赋异禀。二爷，咱们小郡主那叫一个仗义。好妹妹，真不愧是我的亲妹妹，我错怪小矮子了，她心里还是有我。二爷，最新消息，前方战况突变啊！王爷说你这是在帮你二哥哥求情，那怎么可以？团团想了一下，听听，二爷，咱们小郡主多乖，多讲道理。哎，不是，二爷您别踹我啊！滚！看你把二爷给气的。二爷，你也滚！什么叫为了我好？为了我好，就让我继续抄书。黄昏，洞山知府王江带着一众官吏在官道旁躬身等候。洞山知府王江恭迎九王爷。想必这位就是火烧报国寺那位小魔王郡主了吧？见过小郡主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王爷仪仗辛苦，下官已备好马车。这位明寨主，九王爷与下官要商议公务。娘的，好大的官架子！洞山这破地方，王知府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什么明寨主，我是小郡主的贴身护卫，是吧，小郡主？是本团团的护卫。小郡主都发话了，我敢说什么？是下官眼拙，请。堂堂亲王如此骄纵一女娃，成何体统？王知府今年60有8，迂腐了点。我等得了，我那帮兄弟可等不了了。王知府，我听闻你明日要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要草菅人命？区护卫也敢质问本官，你是在指责本官，还是在暗讽京都刑部？你好个老狐狸，答非所问，还给我扣帽子！明秋深吸一口气，冲着叶团团眨眼，悄悄伸出5个手指。叶团团看到暗号，大眼睛一亮。本团团的护卫在问你话，你快回答。王江瞬间噎住，他看向叶景寒，叶景寒仿佛没听见，正低着头。完了，
这哪是小郡主，这分明是我官图上的克星。叶景寒反复确认叶团团毫发无伤后，才松了口气，将她轻轻放在地上。小郡主，没吓到吧？快裹上，别着凉了。郡主，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？一旁的千骑营士兵想上前献殷勤，却发现根本挤不进暗卫们形成的人墙。可恶！献殷勤这块，我们根本不是暗卫司的对手。王爷听风受伤了，马蹄上全是血。听风正不安地刨着地，一只前蹄上血迹斑斑，但因其性情暴烈，无人敢轻易靠近。小听风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郡主小心！呜呜呜呜！小听风受伤了，都是为了救团团。呜呜呜呜！爹爹，二哥哥，暗卫哥哥，快来帮忙呀！听风是血统高贵的烈马，除了叶景寒，谁也不敢上前。你试试，摸他一下。王爷，白姬向前急促迈步，双臂微抬，表情焦急。叶景寒修长有力的手掌缓慢而有力地抬起，暗卫们瞬间进入戒备状态，紧盯着听风，准备随时冲上去救人。叶团团却毫不畏惧，伸出颤抖的小手碰向听风流血的身体。听风被触碰的伤口，冷得扬起来，发出一声长啸。暗卫们心头一紧，脚下发力，正面突出。听风并未发起攻击，而是慢慢低下高昂的头颅，轻轻蹭了蹭叶团团。马儿力气没控制好，一下子把叶团团蹭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叶团团坐在地上，大眼睛里满是。小听风，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你很疼呀？你不要害怕，团团会保护你的。暗卫们见状，纷纷松了口气。就说嘛，再烈的马也顶不住咱们小魔王。就是不知道听风今晚会不会窜稀可怜的马王。危机解除，众人开始清理道路上的滚石，为继续前行做准备。明秋靠在一棵老树上，看着草地上互相安慰的一人一马。唯你这马也是个吃货。你看看他的下巴，你这宝贝闺女，不知道背着你给她投喂了多少好吃，啧，硬生生把一匹顶级烈马喂得能为她拼命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花了1个月才驯服的宝马，这小蠢货竟然用几块糕点就收买了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本王不知道的？小矮子看到我买的这点心，肯定会高兴的扑过来。一个暗卫迎上前，唾沫横飞的将刚才的惊险一幕添油加醋。二世子您是没瞧见，当时那天空中的一小鸟长出了翅膀，飞到半空，替小郡主挡住了巨石。啧，就那个意思。为了让您听个尽兴。原来如此，不过这小矮子也太厉害了，会赌钱就算了，连皇爷爷都降服不了的听风都能收服，他该不会真是天上的小仙女下凡吧？二哥哥，你回来啦！他说着，从叶障怀里挑了几块点心。谢谢二哥哥。我这个亲哥哥，还不如一匹马重要嘛。等等，那不是听风吗？小矮子竟然可以喂他东西。因为听风不让旁人靠近，给他包扎伤口的重任，自然落在了叶团团身上。小郡主，对，先涂药膏，然后用这个纱布缠起来，就像我这样绕几圈。哟，白市长这舞跳的真好看，真是白瞎了冷妃哟。
怎么打人呢？白姬回头怒瞪一眼，又转过头，瞬间变脸，声音温柔的能掐出水。小郡主，对，最后打个结，就像我刚才教你的那样，打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叶团团学得有模有样，不仅给听风上好了药，还真的在绷带上打了一个和自己头上一模一样的蝴蝶结。叶景寒抱着叶团团骑在马上，与听风齐头并进。叶团团时不时伸出小手，摸摸听风的鬃毛。喂，你这马是不是伤到脑子了？前蹄受伤，不更应该放低了走吗？他抬那么高做什么？你倒是说话，他头仰那么高，难道露在天上？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才有病。那他这是做什么？他在炫耀。炫耀什么？叶景寒转过身去，不再理会身旁的明秋。听风抬起的马蹄上的蝴蝶结，随着他的步伐在风中得意的摇摆。他在炫耀马腿上那个蝴蝶结，那个和小郡主头上一模一样的蝴蝶结。那天朝廷下达查找令，我才知道被劫的是关颖。王知府娓娓道来，明秋脸色却越听越难看。所有证据都指向明山寨所为，若打劫商人，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可那是关颖啊，我给了明寨主薄面。放屁！明秋前几日拜访未果，当场就炸了。你官架子大得很，根本不见我，现在还说给我薄面，我呸！本官说的是明寨主，这位护卫为何粗俗？住嘴！九王爷终于开口，不想让小团子学脏话。不可能，绝不是我兄弟做的。我们明山寨有规定，绝不能动朝廷银财。那是你没管好手下人，本官这边证据确凿。什么证据？为了乌纱帽捏造？你这悍匪，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起来，火药味越来越浓。还请王爷定夺。小郡主困了，明日再议。王爷英明。明日再议，明日可是押送犯人的日子，这不摆明了偏袒明秋吗？叶九，你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？说，我问过兄弟了，真不是他们干的。这王知府也太狗了，海上抢的抓我陆地兄弟。王江若是个昏官，本王无需走这一趟。这本小册子记录了知府王江的所有情况。他32岁中探花，因执剑被贬西南，见周鹏破奇案，是青天大老。这人竟是个好官。不仅王江是清官，白姬也查验过证据，劫官银一事，人证物证都指向你明山寨。叶九，你不信我？你倒是说句话，双方都没错，怎么会断错案？这中间有问题。说完，叶景寒回房去看他家小蠢货，这不废话吗？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分别？二世子，你大晚上鬼鬼祟祟干什么？这个世界真糟糕。王知府年纪大了叫什么？早早躲。他打算呈上证据，说个公断。去码头。王爷，这……哇，大渔船吗？团团也要看。王知府，带路吧。收鱼价格不一直10文一斤吗？怎么今天涨价？你们还有没有信誉了？老板，我们也不容易啊，出海的钱全被抢了，这一趟打回来的鱼还不够我们亏的。可你们打回来的全是卤水鱼，不好卖。那也是没办法，海盗不吃这种鱼，鱼是小事。我的媳妇儿，呜。叶景寒一行人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一幕。叶团团啃着点心，大眼睛里充满了疑惑。洞山码头跪了一片渔民和商人，对着叶景寒一行人叩拜。大人，我刚过门的媳妇啊，就跟我出了一次海，就被海盗抓走了。听说海盗是明山寨分寨，求关老爷做主啊。
我的女儿啊，她才9岁，还是个孩子，也被他们糟蹋了。关老爷。一时间，码头上哭声震天，百姓们对着叶景寒哐哐磕头。小郡主啊，听不得这些污言秽语。爹爹，他们为什么都在哭啊？因为他们被抢了媳妇儿和鱼。好可怜，爹爹帮帮他们呀！那眼神里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。你是怎么当的知府？王爷明鉴，洞山并无海军供下官支配，下官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而且，这帮海盗船上插着的就是名山寨的旗。官银也是在海上被劫，随后运到海上，下官无能，无法追回，才上报朝廷。青鸾城能打劫官银运到海上的还有谁？插旗什么的，简直是多此一举。王江几乎是说一句话就斜眼看一眼明秋，疯狂暗示。我真是毙了狗了，好气！爹爹，那个卤水鱼很不好吃吗？为什么打劫的都不要那个鱼呀？此话一出，码头上嘈杂的哭声瞬间安静下来。是啊，说得对，那帮天杀的为什么不要卤水鱼？卤水鱼，大厨百姓最爱，肉质肥美鲜嫩，好吃到不行。如此美味的鱼，海盗为什么会不要？除非……父王，那些海盗不是大厨人。孩儿查探过，根据渔民描述，那些海盗无论生活习惯、餐饮口味，都不是我们大厨人。既然不是大厨人，那跟我们名山寨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打着我们名山寨的旗号招摇撞骗。说得好听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为自己开脱？你这昏官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？既然王知府没传，那我带人去，等我把人抓回来，等着王知府赔礼道歉。本官怎么知道明寨主是不是去做做样子，既脱了罪责，又立了大功？你呢？父王，孩儿愿带人剿匪，以解百姓之危。万万不可！二世子千金之躯，怎可冒险入海？这本是下官分内之事，不敢劳驾二世子。百姓们看知府跪下，再听称呼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是九王爷，是九王爷亲自来了。我们有救了，九王爷来了。王爷开恩啊，求王爷救救我们吧。仔仔，有新任务哦。什么任务呀？奖励是什么？经过2次任务洗礼，小郡主已学会先问奖励了。奖励是50积分哦。你之前给听风买了伤药，现在只剩20积分了，可以攒攒哦。对哦，我还想攒积分召唤大狮子呢。那好吧，任务是什么？任务内容：协助夜战剿灭海盗，并将其收为己用。啊，听起来就好难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仔仔，还有我呢，我很厉害的。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爹爹，团团想和二哥哥一起去。不准！那是去剿匪，不是游山玩水。他一个奶娃去干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二哥哥都去了，爹爹不让团团去，爹爹偏心。偏心是这么用的吗？爹爹，团团想去吗？自己走。哎，怎么就把团团放下来了呢？再给团团抱回去。叶景寒往前走，身影越来越远。叶团团灵机一动，屁股一下坐在地上。呜哇哇哇！团团摔跤了，要爹爹抱抱才能起来。呜呜呜！又换新招数了是吧？多可爱的小乖乖，叶九才舍得放地上，心疼死我了。王爷这个渣爹又把小郡主丢下了。叶景寒无奈的转身，把地上的小蠢货抱起来。别哭了，再哭腿打断。本王说了，不准去。这都听得懂？这是父女加密通话吗？哼，爹爹坏，不理爹爹了。叶战和明秋出去，屋子里就剩下九王爷和在玩蚂蚁的叶团团。爹爹，爹爹，你看蚂蚁像不像船？要带着团团出海的船。叶团团，过来。哦，不许再提要出海的事，那不是玩，那是剿匪，很危险的。哦，王爷。小郡主的护卫训练好了。是张可人来了吗？是的，小郡主。好呀，好呀。九王爷点点头。白姬将训练后的张可人带了进来。张可人五官没变，可眼神却坚毅不少。张可人，你怎么又长高了？这……小郡主，
想不想看看他的训练成果？想。于是张可人一甩，咻的一声，直接将窗口的烛火打灭。哇，它可以保护我了，我可以去出海了。这都能联系上，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？九王爷根本不理这个小蠢货。叶团团小嘴一扁，只好朝着白姬求救。小郡主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看到人心都要化了。王爷，张可人需要一场试炼，不如借二世子出海，让他做个演练。至于小郡主安全，属下想亲自护卫。爹爹，怎么变重了？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？木有呀。早上，海船出发，叶团团头顶的几根呆毛跟着海风一起游猎。小乖乖睡醒了。林叔叔，这是哪里呀？你不是要出海玩吗？我们是在海上。小乖乖，要不要看看大船船？哇，要看要看。云秋抱着小家伙走向甲板。哇，害怕吗？团团不怕，林叔叔怕吗？怕的话，团团保护你哦。哈哈哈，这也太可爱了，好乖。他一边介绍，一边想着如何抢走烈酒的女儿。正在苦思冥想间，突然觉得后背凉凉，下意识的回头看去，叶景寒从船舱走上。不是他，不是说他不来吗？他是什么时候上船？爹爹，团团东倒西歪的冲过去，抱住一根大栏杆。叶团团脸庞带着委屈的表情，嘴巴微微下抖。爹，你怎么到处走？团团都找不到了，委屈。爹爹，你不是不来吗？爹爹担心团团，所以要亲自保护。直男爹爹是不会承认的。本王今日得闲，走错了路，所以才上了船。什么错路能直接走到船上来？爹爹，林叔叔说这是最大的船，能装下1000头羊。名山寨的税应该涨一涨了。听听这是人话，还不是因为小郡主要来。二哥哥，二哥哥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别过来。二哥哥，你怎么啦？二世子，你是不是晕船了？本世子没有，怎么可能呕？不准告诉父王呕。可是爹爹已经哦，明白了，不可以说。属下去给二世子找点偏方，二世子再忍忍。偏方根本没用，暗卫早试过。你出去。二哥哥好难受，团团在这里陪你，团团还可以陪着二哥哥一起吐呢。哦，出去，你给我出去。二哥哥，你勒到团团脖子啊，要死了！你没事吧？哎，二哥哥，你不吐了？哦，话说那夜战运船晕的是7荤8素，眼看就要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。哦，二哥哥好可怜哦，脸都白了。七七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二哥哥不晕船吗？有的呢，仔仔。只是这是一颗百解消灾丹，能去除百毒。可是团团不想二哥哥这么难受。一颗要30积分，仔仔，你只有20积分哦。20、30，还差10积分好像。那七七可以先借给我10积分吗？可以，必须可以，马上到账。于是，在夜战第12次干呕的时候，一只小胖手拍了拍他的胳膊。二哥哥，吃个糖就好了。我都吐成这样了，还吃糖？二哥哥，吃，我吃。不就是一会儿再涂点甜水吗？为了妹妹，他认了。头不晕了，腿不软了，胃也不翻江倒海了，甚至感觉昨晚练的剑法好像都有了新的领悟。小矮子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嘘，秘密，二哥哥不可以告诉其他人哦。我懂了，我妹妹果然是天上下来的小仙女。好，我们拉钩。拉钩。就在仙人与凡人完成友好会晤时，白姬端着姜汤走了进来。二世子，您要是还晕船的话，王爷说……谁说本世子晕船？本世子怎么可能连一艘小小的船都征服不了？王爷，我看二世子这状况，不如还是再下个码头。父王，孩儿已经好了，孩儿说了要将功补过。这小子内力好像精进了不少啊。
过来。叶团团立刻挪动小板凳凑过去，把自己的小脑袋搁在爹爹的膝盖上。没长骨头是不是？嘴上这么说，手却没有把他推开。海盗所在的海域已确定，此次兵分两路，这艘船做诱饵，水勇在水下伏击，千骑营从陆路绕行。听着排兵布阵，叶战热血沸腾，而他妹妹呢，已经快睡着了。不能睡，不能睡，团团还有任务，还欠着七七一屁股积分呢。就你这名山寨的大旗，能做诱饵？那挂个什么好？总得有个名号吧。这船这么威武，不如叫威武号。太土了，不如画个骷髅头。你这更不行，海盗以为我们是友军怎么办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什么渔船号、启阳号都出来了。取名字，这个团团会。小乖乖，你觉得应该叫什么名？青鸾富商钱团团。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有钱极了，还怕海盗不上钩？这么直接的吗？这名字也太长了吧！好名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无脑拍马屁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最后这个名字还真被采纳了。让二哥哥来写，让二哥哥来写。哈哈哈哈！小矮子真是越来越可爱了。小乖乖，为什么要让你二哥哥来写呀？因为二哥哥的字，一看就是没文化但很有钱的感觉。这是拐着弯骂我，字丑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小乖乖太可爱了，我就喜欢看他哼歌。叶战最终还是苦哈哈的提笔，写下了青鸾富商钱团团7个大字。你看看，咱们小郡主多有文化，青鸾富商钱团团，这哪里是名字，这分明是一行诗啊！哎，你那是不是有个好看的罐子？拿来给我，我装点小鱼干给小郡主尝尝。闭嘴！你干嘛打我？你总不能让小郡主也跟我一样拿个油纸包吃吧？多不好看！快把你那罐子……闭嘴！前面海上有动静了。暗卫立刻朝远处望去，嘴巴紧闭，眉头紧锁。海平面上，几个黑点正迅速朝他们靠近。瞧瞧，咱们郡主的大旗起作用了，鱼儿上钩了。一名暗卫侧身站立，眼神锐利，警惕地扫视着海面，随即右手向白姬打出一个简洁的手势。王爷，鱼儿上钩了。叶景寒侧身站立，右手抬起，手掌向下，做出下劈手势。咦，大家都有叨叨，为什么团团没有？手里空空的，不高兴呐？小家伙看着别人都有家伙事儿，自己却两手空空，不开心了。一道黑影从面前快速划过，只留下模糊的残影。叶团团一愣，低头看，怀里已经多了一个好看的陶瓷瓶。这扑面而来的香味，是暗卫哥哥的味道。谢谢暗卫哥哥。叶景寒走过来，正好看到叶团团抓起一根小鱼干放进嘴里。叶景寒弯腰，一把将叶团团夹在腋下。呀，鱼！郡主，接住了！呼，好险，差点就没了。前方海面，不知何时突然冒出来一艘挂着骷髅旗的海盗船。海盗船上的海盗们纷纷甩出铁钩长矛，勾住青鸾富商钱团团号的船舷。一群打扮得像水鬼的海盗顺着绳索荡了过来，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吆喝。他们说什么呀？爹爹说吃小鱼干的人是笨蛋。他严重怀疑爹爹在胡说八道。躲在暗处的暗卫听了，差点没憋住笑。天哪，王爷竟然会开玩笑了！爹爹，天上那些发光发亮的小东西能吃吗？好不好吃啊？吃。哦，那爹爹要吃一个小鱼干吗？暗卫哥哥给的都很好吃呢。不吃。很好吃的哦。不吃。爹爹。就在九王爷感到脑仁生疼的时候，甲板上一个暗卫手起刀落，一招偷梁换柱，使的是炉火纯青。哇，还可以自动装满。那可不，一刻钟不到，甲板上的战斗结束，血迹也被迅速清理干净。王爷，海贼一共11人，击毙9人，留下2个活口。叶景寒点点头，
抱着叶团团飞身而下。叶团团抱着罐子，打量着跪在地上的2个水鬼。这2人长得黑漆漆的，皮肤上甚至长着像苔藓一样的东西。你们是人吗？这话落到2个水鬼耳朵里，就成了天大的侮辱。想死是不是？敢冲小郡主！龇牙！这些人骨头很硬，功夫也很辣。我带来的水俑被他们弄死了4个。本想审问来路，可惜语言不通。哦，要知道，名山寨的水俑和九王府暗卫训练模式相仿，能干掉4个。这帮水鬼的战斗力着实惊人。2位大佬正在分析敌情，一转头却看到惊人的一幕：叶团团正捏着一根小鱼竿，递到其中一个水鬼嘴边。小乖乖危险！叶团团被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鱼竿掉在地上。2个水鬼的目光立刻从叶团团的手转移到了地上的小鱼竿上，喉结鼓动。这一下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搞了半天，这2个凶神恶煞的水鬼竟然是想吃小鱼干。王爷，前面水域不对劲，黑的不正常。竟然是自己人杀人灭口，布阵。保护郡主，叶战和明秋一左一右，准备大开杀戒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一波海盗的战斗力菜的抠脚。甚至于叶团团还没来得及吃下第2根小鱼干，战斗就结束了。怎么这一批战斗力这么差？饶命饶命啊！各位英雄饶命！哟，这批会说人话了。明秋露出一个笑容，手上剑花一闪，旁边的海盗眼皮一翻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剩下的海盗立刻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说你们窝点在哪儿？又为什么要冒充我名山寨？谁说冒充的？我们就是名山寨分部。我劝你们这些商人最好放了我们。你们知道我们寨主和九王爷是什么关系吗？哦，寨主本人就坐在他们面前，他倒要听听这几个死到临头的蠢货能说出个什么话来。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明寨主和九王爷那是龙阳相好，你要是敢动我们一根汗毛，噗！一片金叶子划破海盗头领的喉咙，他双目圆瞪，直挺挺倒下。明秋抹了把脸上的血，转头看向叶景寒，找死！后背怎么凉飕飕？不是叶九，你跟我发什么火？这几个人也不是我教他们说的，你瞪我干什么？性格真懒。杀人时，九王爷不忘保护小闺女。没听见，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明秋看着叶景寒那张杀人脸，识趣的闭上了嘴。甲板上一片死寂，只剩下哗哗的海浪声。爹爹，什么叫做龙阳相好呀？声音清脆可爱，问题问得好，但这个问题下次不准问了。把人拉下去，剃干净挂骨头。这青鸾钱团团什么来头？杀人比海盗狠，还要剥皮削骨。爹爹，小郡主，看那边的小海豚好不好？小姑奶奶可别再问了，再问王爷要把咱们都挂起来了。海盗噤若寒蝉，熟眼海盗心生一计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搏一把，抓女娃当人质，说不定有生机。熟眼海盗突然暴起，猛地朝白姬怀里的叶团团扑去。他壮实的手爪即将触碰到叶团团的脖子，拍是白姬无眼，其余是兵器入肉。明秋的大刀砍在男人后脖梗上，一片金叶子静静地嵌在男人的喉咙处。熟眼男人瞳孔放大，身体僵硬的直直倒下。钱团团就是这女娃，我这是什么天选之子的运气？他没想到能集5种死法，死得隆重。咦，天怎么更黑了呢？不是天黑，
是属下误入您眼睛。哈哈，救命怎么这么可爱？小郡主太单纯了，奖励小鱼干。扒了他们的皮。我们说，只求留个全尸啊，这哪是商船，分明是阎王殿，青鸾杀人狂魔团啊！爹爹，我们赢了吗？团团什么都没做，七七说需要团团才能赢的嘛。你想做什么？走路都摔跤的小蠢货，还想杀人？九王爷觉得有些好笑。想保护爹爹，七七说爹爹会很惨，团团要保护。蠢是蠢了点，但这赤子之心不枉他如此宠爱。爹爹，你出去忙吧。团团乖，团七七，爹爹真的会很惨吗？是的，奶。为今后爹爹会中毒，失去理智，最终父女相残，只能活一个。有统德的系统不会告诉宿主，他才3岁。那团团一定要变厉害，保护爹爹。你弟小时候智商都忽高忽低吗？借湾流藏起来，难怪官船长搞快点，船上的人都来卸货。海贼没发现船上人已换批，暗卫水勇摸黑混入人群。我说你怎么不搬货？给老子麻利点！叶景寒神色骤冷，周身气息陡然沉了下来。这位大哥，他今日身子不适，这趟活别让他上手了。他那份，我来替他干。你这行吧？好说，好说。银钱开路，自古皆然。王爷暂且忍耐，我们的人已摸得差不多了。不多时，一批批货物被运入仓库，一切仍在原定筹划之中，只是局势向来难以尽如人意。咦，这是换新玩法了吗？好像挺好玩的。木桶被抬下船，小团团只当在玩摇摇车，全然不知自己已被当作货物带离甲板。咦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怎么这么臭烘烘的呀？这屋子原材料挺多的，说什么不够？就是看我们新来的，折腾我们。这些个鳖孙儿，老子早晚把他们也丢进去泡尸。七七，这里是哪里呀？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在一个昏暗的仓库里，周围堆满了和他待的一模一样的大木桶。小郡主，是我。你也把自己摔到木桶里了？人家可没你那么笨，好吧？不是，我是看到有人把郡主你连着桶一起搬走了。情急之下，机智的张可人只好藏进木桶。这里好像是个仓库，门从外面锁上了。可是好臭啊！海贼的仓库是装巴巴的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他们说什么泡尸，是不是说错了？应该是泡屎吧？对，肯定是他们口音不对，把泡屎说成了泡尸。两个小女孩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团七七都沉默不下去了。仔仔，这个地方的确有尸体的味道啊！真有尸体吗？爹每次都捂住团团眼睛，所以团团都3岁了，还没见过尸体呢。这是什么嫌弃自己孤陋寡闻的口气？那我们一起找找吧。两个小脑袋凑在一起，正在研究第3个木桶。突然，他们身后的墙壁发出咯咯的声响，无端端的抖动起来。咦，尸体会动！话音刚落，那面墙被从里面推开，走出来几个黑漆漆的人，他们佝偻着背，看起来诡异又可怕。你们是人是鬼？不要过来 An amp. Asterisk. 仔仔，他们说的是救我，
救救我！用这么凶的表情求救吗？叶团团想起水鬼很喜欢吃他的零食，你们是不是饿了？给。两个水鬼动作一顿，眼里流露出渴望和怯懦。小郡主，没事，他们不会伤害团团。两个水鬼吓得猛地后退了一步。团团也不会伤害你们哦，我可以吃团团手里的点心哦。水鬼最终颤抖着手拿走了点心，退到一边塞进嘴里。DF。仔仔，他们说谢谢，还想带你看看其他人。说完，两个水鬼退到墙壁被推开的位置，示意叶团团进去。郡主，小心有诈。没事。密室里是一个更小的房间，房间一半都是一个巨大的水池。他紧紧盯着，突然觉得后面有一个水鬼，看起来很眼熟。桂子叔，桂子叔是你吗？那个被叫桂子叔的水鬼看过来，嘴里哇哇直叫。可惜他说的话张可人一句也听不懂。不过没关系，有人听得懂。仔仔，这人说让你们快跑，这里有东西可以把人变成活死人。七七，活死人是什么啊？听起来好好玩的样子。就是介于活人和死人之间的东西。所以说这些水鬼叔叔以前都是人？听听，大家伙都听听，我就说我们小女帝只要离了九王爷，智商就飞涨呗。这可太聪明了。可人姐姐，你认识这个叔叔？认识，他是东市的桂子叔，卖牛皮糖的。整个青鸾城最好吃的牛皮糖就是他做的。可是桂子叔不是去年进山砍柴的时候走丢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张可人说了一长串，但我们的小吃货郡主只听进去了3个字，而且还是整个青鸾城最好吃的牛皮糖。快走，逃！他在叫你们快走，快逃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桂子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救出去。张可人小时候常受继父虐待，是桂子叔偷偷给他饭吃，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。牛皮糖叔叔以前是个好人呀。水鬼叔叔，你们都是青鸾城的人吗？叶团团明白了，这些人肯定是被人害了才变成这样的。你们为什么泡在里面？泡湿水月泡沙，里面是泡湿水。他们被抓来之后，每个月都会泡在里面，直到人被泡得完全丧失理智，只知道杀戮为止。原来是这个水的问题，还真是叫泡湿水，而不是泡湿水。郡主小心，这水有毒。七七，这水里的毒能解吗？3765，求导，再求3x2y 硫磺素的微积分，最后100%分子。有了，仔仔，我马上把解药过渡到你的手指上。这水有毒的呀，你要是中毒了可怎么办呀？呜，我没事的。七七，好了吗？好了，现在就可以。桂子叔，我要是把你救了，以后我可以吃你做的最好吃的牛皮糖吗？走，危险，救不了，快逃！小姑娘，你快走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你这么小，怎么能救得了我们？你快逃出去才是。哼，瞧不起团团是不是？被小瞧了的小郡主决定，必须露一手给他们看看。郡主说了有毒，怎么就不听呢？呜哇！然而下一秒，他和所有水鬼都惊呆了。叶团团的手指上，一圈金色的光晕从指尖散开，水池里的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黑漆漆变得清澈透明。水底出现2只悠闲游泳的青蛙，青蛙一脸懵逼的表情。小郡主果然很厉害呀！是天女现身了，我们有救了。现在我可以吃你做的牛皮糖了吗？好。他说好。那你们进去吧，泡一泡就好了。几个水鬼跳了进去，水面上开始咕噜噜的冒出黑褐色的气泡，随后气泡颜色变淡，最后在水面形成一层淡白色的泡沫，屋里的臭味也减轻了。很快，泡过水的水鬼再次站起来，剩下的水鬼一看，这效果比美颜滤镜还猛啊！于是争先恐后的朝着水池里跳去，水花溅起，
桂子叔连忙挡在叶团团面前，不让脏水溅到他。天女，我们还有更多的人在下面的潭水里，那些人比我们泡的时间长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救。那些都是我的族人。桂子叔说到一半，猛地愣住，他捂住自己的喉咙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我能说人话了。惊喜来得太突然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叔当场落泪。这一年不人不鬼的日子，他以为这辈子都完了。多谢小天女救命之恩，从此以后，我王三桂这条命就是你的。桂子叔一跪，身后水鬼们也纷纷跪下。多谢小天女救命之恩。密室里动静太大，声音传了出去，外面仓库传来吱呀的开门声和脚步声。桂子叔等人脸色一变，连忙将墙壁推回原位。密室再次陷入黑暗，叶团团竖起小耳朵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这里面哪有人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龟儿子的酒喝多了吧？我是听到这里面喊什么天女来着？布拉族的人供奉的不就是天女吗？还以为那些个水鬼活过来了。你中邪了吧？这里的水鬼少说也泡了大半年了，命再硬也该死透了。你是不是发疯了你？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水？两人朝着墙面走过来的急促脚步声。对，暗室的水怎么漫出来了？难道那些水鬼真的醒了？大事不好，快出去叫人！不能让他们去喊人，不然团团和可可就完蛋了。可可，抓住他们！是。站住！哪来的小屁孩，滚开！他伸手就想把张可人拎起来丢到一边。张可人眼神一冷，突然抱起，他手中的黑刃刺入海贼甲的穴位。这一招快准狠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这小女娃是什么怪物？招式这么刁钻，她肯定是哪个杀手组织培养出来的小阎王。旁边的海贼已经被张可人打得嗷嗷直叫。啊！我的脸，我的手！张可人瞅准时机，一脚踹向海贼的膝盖窝，将他制服在地。虽然可可身手了得，但毕竟只有5岁，力气还是小了点，要完全制服2个成年大汉还是有点吃力。被解救出来的布拉族人冲了出来，他们将2个海贼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叶团团坐上一个木桶，小短腿晃悠着，努力模仿着爹爹的威严气场。说，你们为什么把人泡在这些臭水里？天女在问你们话，还不快回答！天女，你们这些无知的布拉族人，还真以为狗屁天女会降临人间啊？我说你们这些蠢啊！啊，好痛！话音未落，张可人拿着刀，在海贼的右眼皮下面轻轻划了一道口子。张可人随手拿起一只臭袜子，塞进他的嘴里。暗卫师傅教过，眼皮下面最疼，对付嘴硬的犯人就不能心软。这画面真是又血腥又骇人。我现在要问你了哦，你如果不好好回答的话，你的眼珠子也会被挖出来的哦。这是什么玉面修罗？蒙煞我也！我说，不要挖我的眼睛。好的，我问你，泡尸是什么意思？泡尸就是把活人丢到泡尸池子里，强行让他们溺水断气，之后再依靠泡尸池里的药水起死回生。不止如此，这个小岛原本是我们布拉族生活的地方，这些海盗来了之后，占领了我们的土地。原来如此，这些水鬼大部分是布拉族人，还有一些是青鸾城出海的渔民。布拉族本就是战斗民族，所以变成水鬼后战斗力更强。哦，原来这个地方叫布拉岛，我终于知道我在哪了。你带我去更多水鬼的地方。这不行，我不能带你们去。不带我去的话，你的眼珠珠也会在地上滚圈圈哦。七七，这么大的池子，能全部化解吗？不行，
要全部化解，需要1天1夜。那可怎么办呀？1天1夜，团团肯定会睡着的呀。在这里找到了，就是这2个小女娃破坏了泡尸水，把她们抓起来严刑拷打。完蛋，团团不会要在这里嗝屁了吧？小天女，快走！我们拦住他们。小可人，你快带着小天女走。然而，前路也被另一波海贼堵住，张可人只好拉着叶团团退了回来，将他护在身后。郡主，等会儿我撕开一道口子。话没说完，海贼们已经举着刀杀了上来。七七，我之前给2哥哥买的药，那个很厉害的药丸，能用在这里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好，我现在化开1颗渡到你手上。仔仔，你又要欠积分了哦。好的，恭喜宿主购买药丸1颗，积分余额负40。宿主，你欠了1屁股的积分哦。叶团团将手指伸入冰冷的湖水中，一道金色暖流从他手腕处涌出，迅速流入整个湖泊。湖中原本静止的浮尸们一个个站了起来，他们恢复了神智，瞬间明白了是这个粉裙小女娃救了他们。你们快去帮桂子叔他们呀！天女下令，莫敢不从。所有恢复神智的人对着叶团团行礼，随后飞快加入战斗。仔仔真聪明，不愧是3岁就能绑定女帝系统的仔。然而，团七七还没骄傲完，战局又开始急转直下，海贼们士气大涨，开始疯狂反扑。眼看防线就要被冲破，叶团团再次陷入危险。几道黑影从天而降，落在叶团团身边。为首的暗卫是个5大3粗的壮汉，此刻却带着哭腔：“小姑奶奶，我们总算是找到你了。”看这架势，这位200斤的壮汉是真的要哭了。与此同时，仓库外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，小郡主消失了，真的要把暗卫急死了。小郡主这么可爱，别人捡到肯定不坏。小郡主坐好，这就带你走。不好，二爷那边的桥断了，千骑营进不来。2哥哥有危险，我要去救2哥哥。我们的小团团像一条滑溜溜的小鱼球。危险，小郡主。200斤的壮汉看着空荡荡的星空，再一次急呼了：“怎么又弄丢了呀？”叶团团跟着系统团七七的指引，很快就找到了叶战所在的位置。桂子叔让叶团团骑在他的脖子上，方便他看清断桥那边的情景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叶战被困断桥的2哥哥，小天女，我们有办法，这桥下有备用石板。真的吗？你们可以帮我吗？天女有命，莫敢不从。那好，你们去帮忙把桥修好。是。七七，2哥哥不会有事吧？团七七的话还没说完，波拉族人抬起石鼓。海贼感受到时间紧迫，要赶在桥修好前拿下这个能号令骑兵的男娃娃。2哥哥，躲开你躲开呀！呜呜呜呜！小家伙吼着吼着，眼泪都飙了出来。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下一秒，海贼们就像被人定住的死。爹爹，叶战终于撑不住，猛地吐出一大口血，晕了过去。战儿，
叶景寒单手划出一道剑气，击中水下布拉族人托举的石板。千骑营听令，杀无赦。是。二哥哥，二哥哥怎么不动了？不会死了吧？呜呜！小家伙哭着就朝断桥跑去，他就等着叶团团从高处下来。现在时机到了，草丛中的海贼猛地窜出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突然身体一僵，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叶团团听到声音，疑惑地回头。明秋将手里东西悄悄藏好，顺便在草丛里擦干净手。小乖乖怎么哭鼻子了？经过一场大战，九王府的2个小孩，一个睡一个晕，总算是都消停了。啧啧才8岁就能带兵剿匪了，你们王府的二世子不简单啊！明寨主由衷的感叹，王府的男孩子真是不容易。为什么要特意强调是男孩子呢？因为隔壁房间那个小女娃的待遇，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们家王爷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我是说，你们王府的世子爷真不错，小小年纪功夫不错，带兵能力也不错。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这明寨主也不像是会夸人的人啊。看样子，九王爷是好不容易才成功的把叶团团从自己身上撕了下来。叶九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瞧着叶战身上还有些旧伤疤呢。那是之前镇压叛变留下的。男人嘛，身上的伤疤都是赫赫战功，小男人当然也是男人，他怎么还骄傲上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叶战才8岁，你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？你是有什么建议要提吗？他脸上明晃晃的写着：“我要给你讲一讲人生的道理。”你看啊，叶九，我觉得你平时对叶战还是缺乏关心。我也理解你，毕竟你现在身边2个孩子，一儿一女的，的确是有些顾不过来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小团团给我养完。滚！明寨主绕来绕去的，不还是惦记我们家小郡主吗？骗娃养什么的，可耻！瞧瞧世子爷身上这7、8道伤，就你们王爷这个养法，小团团以后说不定就养成个糙汉。启禀王爷，外面跪了一地的布拉族人，说是要见见他们的天女。什么天女？天女不就是小乖乖吗？我之前在草丛里可听了不少，什么小女娃是不拉天女显灵的话。叶景寒和明秋这才知道，这帮半路出来帮忙修桥的布拉族人，就是他们在船上见过的水鬼。只是此刻，他们皮肤不再黝黑，脸上身上的苔藓毒草也全都消失了。你们是说，本王的女儿替你们解了毒？天女拯救之恩，我等永生难忘。我等布拉族人，愿意永生永世效力于小天女。他们都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惊讶。小团团什么时候学会解毒的？叶景寒刚走到叶团团的房门口，正巧撞上一个人影。叶战手里拿着一个红彤彤的苹果，正要偷偷摸摸去妹妹房间。父王，这是给你妹妹的。孩儿只是路过。路过，你扒拉人家房门做什么？明明就是想哄妹妹嘛。叶九，走，你不是要问具体情况吗？小乖乖，身边不是还有个贴身小护卫来着，叫张什么可的，你问他不就行了？见父王走远，叶战松了口气，捡起苹果，溜进了房间。刚才暗卫清场时发现了一棵苹果树，就摘了些回来。叶战刚醒就撞见了，鬼使神差的，他就想把这个最大最红的给那个小矮子吃。床上的叶团团睡得四仰八叉，头上的2个小呆毛还随着呼吸一颤一颤。叶战在床边坐下，回想起断桥上
他伸手把他踢开的被子重新盖好。他上辈子是饿死鬼投胎吧？作为二哥哥，他真是见不得小矮子这么恶唧唧的样子。啊，咬一口，很甜的。好可爱啊！下一秒，叶团团小眉头一皱，小嘴眼看又要合上。叶团团一挪，一只小脚丫正好伸进了叶战大张的嘴里。呸呸呸！妹妹什么的，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生物。我给她吃苹果，她给我吃角角。哼！叶战气哼哼的走了。小郡主用一根手指就解了万毒池的毒，虽然早知道女儿有秘密，但这太离谱了些。你做得很好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啊，王爷竟然夸我了，怎么办？好激动，我该要点什么？金子、银子？王爷在问你要什么赏赐，还不谢恩？属下不求赏赐，只求能永远留在小郡主身边保护。不错，是个忠心的好苗子。白姬，去告诉布拉族的人，本王允许他们追随小郡主了。是，王爷。多谢王爷，多谢小天女，日后不拉倒，听凭小天女差遣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积分50，当前积分余额为10积分。咦，任务完成了。1个、2个、3个，哎呀，算不明白。总之，好像真的只剩下10积分了哦。七七，还有任务可以做吗？离买召唤术还差40积分呢。有的，不过要等到船靠岸了才会发布哦。那好吧。然而，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他的头发越抓越乱，成功进化成了鸡窝头 Plus。爹爹呢？二哥哥呢？张可可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呀？他光着脚跳下床就要往外跑，张可人端着水盆进来。小郡主，鞋子还没穿鞋呢。哦，对。叶团团穿着鞋的小脚丫，2只鞋的猫头正深情对望。反了，穿反了，小郡主，你鞋子穿反了。好像是哦。但是，我们小郡主是谁？她从不向困难低头。反着穿也挺好看的呀。好像是哦，小郡主说的有道理。叶团团撅着小屁股，抱起一个比他头还大的椰子。安慰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种水果，要尝尝吗？要。给，就用这个管管喝。谢谢12。此刻，所有暗卫都偷偷停下手里的活，竖起耳朵，表情紧张。好不好喝，这是个关乎海岛特产尊严的严肃问题。哇，好甜哟！嚯，就好像小郡主吃到好东西，是比抓了海贼王还值得庆祝的大事。叶团团被逗得咯咯直笑，一屁股坐在甲板上。12又给张可人开了个椰子，2个小姐妹手拉手喝椰汁。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呀？这是布拉族人送来给小天女吃的特产。天女是什么？天女就是神。王爷交代不能跟小郡主搞封建迷信，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小天女的意思就是非常可爱的小郡主。真的吗？团团怎么不觉得自己可爱？我们小郡主那必须是全天下最可爱的女孩子了。拍马屁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？二哥哥，太好了！二哥哥真的没有死掉。他忘了他的鞋是反着穿的，于是左脚热情地绊倒了右脚，在平坦的甲板上，他再次突破了自己。摔这么响，
这次总该哭了吧？3、2，叶团团一个鲤鱼打挺，爬起来继续冲向夜战。小郡主真棒！快走，妹妹什么的最烦。但是脚怎么不动了？二哥哥，你的伤好啦？哼，想到昨晚的吃脚之辱，他还在生气。卖萌也没用。七七，二哥哥的伤真的好了吗？仔仔放心，他吃了你的万毒丸，身体倍儿棒。二哥哥，你真的没事了吧？不要理他，生气要有生气的样子。我没事了。二世子准备说完就走，突然暗卫12歘的一下闪现到叶团团身边。二爷才不是没事，小郡主，我跟你说嗷，大夫给他开了药，二爷怕吃药，那个嗷嗷叫的，那声音大的宋老头都能听见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小郡主，您是没看到啊，昨晚上二爷他……暗卫正讲到二世子被小郡主脚丫子塞嘴的精彩片段，二爷他惨叫一声，然后就……那是我惨叫吗？根本不是。真的吗？团团不信。要高傲的二世子承认被妹妹脚丫子搞到惨叫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不是我的惨叫，是那帮海贼在叫。痛痛痛！救命！怎么突然飞来横刀，插到我大腿里了？拔不出来，痛痛痛！诺，就是这种惨叫。求生欲让暗卫们的大脑飞速运转，是时候展现拍马屁技术了。二爷真是好刀法，此等刀法，真是叫我等望尘莫及。二爷的刀快如闪电，让属下蒙尘的眼睛都看到了光明。二爷这一手，真可谓古往今来的飞刀第一人。属下观摩一次，已明白二爷绝顶天赋，佩服。到我了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只上了半年私塾，散装成语都不会啊！好刀法，好。到团团了吗？终于到团团了吗？好刀，好。这马屁也拍得太明显了吧？凤尘技术这么烂的吗？好尴尬啊！好，更尴尬了呀！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妹妹什么的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虽然暗卫动作很快，但眼尖的小郡主还是看到了封面。封面上有2个好看的小哥哥。是什么呀？团团想看看。小郡主，这个不可以看的。为什么呀？团团看看嘛，道团团要自己拿出来看。这个真的不能看啊，小郡主。叶景寒刚出船舱来找女儿，就看到一本册子掉在脚边，暗卫吓得一哆嗦，直接把身上的叶团团给抖了下去。封面上的确是2个好看的小哥哥，一个黑袍，一个灰袍，怎么觉得这打扮有点眼熟？爹爹，这是个画本子吗？这个字念什么呀？团团不认识。这是谁带上船的烟杂玩意儿？这个字怎么不认识呢？换个方向能认识吗？爹爹，这本书是叫九王 X 和 XX 主不得不说的23式吗？有3个字团团都不认识呢。爹爹，那3个字到底念什么呀？这画本子讲的什么故事啊？那个九王 X 和 XX 主之间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23式呀？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棘手，这要怎么回答？这根本没法回答。哎呀呀，还没来得及看，怎么就被王爷发现了？好可惜！要是王爷要摘我们的脑袋，不知道能不能求王爷行刑前让我们看一眼。这可是绝版典藏本啊！说话，小郡主在问你们，平日里你们鬼点子不是最多吗？现在倒是给本王解释啊！今天说不清楚，本王把你们全部调到山上去3天3夜。3天3夜不够是不是？小郡主问你们问题，你们跑去钓鱼。小郡主快看！哇，鱼！顿时，
欢喜的泪水就从我们小吃户的嘴角流了出来。12，去拿火盆来；张航去拿铁签；王硕去给小郡主搬个小板凳。哇，要吃鱼吗？烤出来的鱼好不好吃呀？这也行。叶景涵捏着袖子里的画本子进了船舱，甲板上火盆已经升起，暗卫3下5除2把鱼处理好，架在火上。一个暗卫伸出掌心，对着火盆轻轻一推。暗卫哥哥好棒！一听到小郡主的夸奖，暗卫们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纷纷使出平生绝学，开始控火。我说叶九，我瞅着你手下这帮暗卫，是不是还能出去卖个艺啊？这家伙又犯什么病？我没惹他吧？确定没惹他？奇了怪！想不通的明秋决定去甲板上问问那群多才多艺的暗卫。那光头老板吃肘子撑死了，说明他家的肘子真的好吃啊。那光头男人死了，他婆娘怎么办？一个女人家不得被人欺负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侍卫营兄弟们耳朵都竖了起来。暗卫司这帮不要脸的，献殷勤跑得比谁都快，水都泼不进。呸！那个寡妇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真的好想知道啊。那老板娘是绣工，叫绣花大娘，她把绣花本事用在肘子皮上，刺了些花鸟鱼虫。嚯，哦，这可是真本事啊！绣花肘子香名远扬，满香楼老板眼红，请道士做法，要散绣花大娘的财运。这不道义啊！做生意不该各凭本事吗？那绣花肘子是什么味道呀？和王府的肘子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也想知道啊，那肘子有何过肘之处？作为江洋大盗，我打算半夜溜进去尝尝。哦，对对对，有理有理。呸！第一次听说把没银子说成大盗操守，不愧是暗卫司的人，真不要脸。满香楼老板烧黄纸没用，于是又想出第二条计策，找人去偷配方。好巧不巧，那晚我也去了厨房，我和那小贼就这么遇上了。害小贼遇大盗，这不小鬼见阎王了吗？扯那犊子干啥？不就是两贼撞头了吗？然后呢？12，然后呢？那小贼功夫不到家，翻墙被人看见，小二报了官，我3两下拿下他。一问是满香楼老板捣鬼，我本不想管，但吃了绣花肘子后，整个人飘飘欲仙，侠肝义胆，不能让那奸商胡作非为。那肘子真那么好吃？有点想尝尝了。团团也想吃，12快说别的，不然要流口水了。我制服了人，通知了绣花大娘，她要送银子，我没要，就当肘子钱。我正要走，官府的人来了。哎，哟，那可不好，你还怎么走啊？你干的不是官府允许的买卖，你们暗卫就是啥都干，不像我们侍卫营都是正统军营出身，这回要被抓了吧？那可怎么办呀？12哥哥是好人，不能抓进去的。团团好着急呀！听到小郡主这话，12的心化了。暗卫司和侍卫营达成共识，小郡主真可爱，小郡主真可爱。官府把4周都围了，我没地方出去。不过最后我还是出去了，是和绣花大娘一起出去的。绣花大娘说12是好人，可12是好有名的大盗呀，官府还是会抓你的吧？哦哟哟，大家又一次统一了意见。小郡主真聪明，小郡主真聪明，小郡主说的对。所以12你是怎么出去的？你们这么多人都猜不出来？绣花大娘是不是个胖胖的大娘啊？然后她直接把12丢出去了。小郡主说对了一半。那是怎么出去的呀？绣花大娘的确是个大胖子，她穿着个大裙子，有水缸2倍大。她为保护我，就让我钻了进去。12钻了女孩子的裙子，那不也是没办法吗？我脑子里还记得绣花大娘的肘子和牡丹裤衩。哈哈，12你真有本事，钻了人家寡妇的裙子。哈哈，你们暗卫真是龌龊。哈哈哈哈，寡妇的裙子你也敢哈哈哈哈？叶团团虽然不明白，也跟着咯咯笑起来。
说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些能给小孩听吗？你们怎么回事？都皮痒了。二世子发起火来，真有九王爷3分威严。完了完了，二爷发火了！叶战气得不轻。这故事越讲越偏。这群混账！团团才3岁，所以我这是白操心了。叶战坐下，叶团团伸出小手，扒拉了一下他的胳膊。叶战不理他，扭过头去。叶团团又扒拉了一下，叶战整个背过身去，留给妹妹一个背影。咦，团团好像没有惹到二哥哥呀。暗卫哥哥，你还有没有画本子呀？小郡主想要什么画本子呀？有没有哥哥为什么又生气了呀之类的画本子？团团想看看。安卫乙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差点笑到飞起。我生气的有这么明显吗？明秋从暗卫那里打听清楚后，一个飞身就窜上了最高的桅杆。叶景涵正负手立于桅杆顶端，看到明秋上来，叶景涵眉头一皱，抬腿就要把他踹下去。我说叶九，你一个人在上面吹冷风啊？你有意见？不敢不敢，我就是上来问问你是不是得了个画本。叶景涵眸色一寒，索性闭上眼，懒得理他。不说我就不知道了。那画本子画的是我和你，真的假的？给我看看。滚！我就看一会儿，看完就还你。明秋是想死吗？给我看看啊！我也是男主角，你一个人偷偷看是不对啊。叶九，你这么用力干什么？这是听到了什么？这么用力，了不得了啊！看什么看？不能耗尽他们的体力。二哥哥，绣花大娘穿的什么裙子呀？这么大，团团也想穿呐。他的关注点居然在这。嘿嘿，二爷您看，小郡主没学坏，您消消气，坐，吃点。哇，看着都觉得那里一紧。明寨主辛苦，明寨主辛苦。我说，你就不能把画本子给我看看吗？按理说，我也是有权利看的。叶九，我看看就看一眼。我看看啊，又不是不能见人的东西。不是，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那画本子里真的有不能见人的东西。所以那是一本小硬书。你觉得呢？说话非要弯弯绕绕，这性格真是烂到家了。那是我，你还是你，我。这很重要。留言是从哪里来的？到底是谁恩谁呢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脑子里有画面了。叶火长，别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难不成真是我他怎么还用暗器？是不是玩不起？还是说我猜对了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躲，这该死的眩晕感。王爷的招式精妙，明寨主身法灵活，要好好观摩，必有长进。叶九这人一言不合就出杀招，性格真是烂透顶。不过这性格10年如一日，也挺不容易。那本画本子在明寨主被打得衣不蔽体后，彻底禁了言。大船缓缓驶入洞山码头，船头一面火红色的旗帜迎风招展，上面绣着几个大字：青鸾富商钱团团。洞山知府王江带着一众府衙的人早已在码头等候。钱团团，这旗子不像是剿匪，倒像是打劫的。老夫真是不懂年轻人，
随着大船靠岸，几艘小船划过去，准备接人。其中一条小船后面还跟着另一条装满了海贼俘虏和箱子的囚犯船。白姬身影一闪，脚尖在水面上轻点几下，落在王江身边。王知府还需要多备2条船，用来接回被救的人质。百姓们听见了，立刻向后面传话：听见没？九王爷和明寨主把咱们的妻儿都救回来了。这话如投入水中的石子，一圈圈荡开。很快，整个码头的百姓都沸腾了，百姓们纷纷跪倒在地。九王爷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大家快请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叶景寒和明秋早已嫌此地吵闹，施展轻功，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人群外围。奇了怪了，九王爷和明寨主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知府爷爷，你是在找团团吗？哎呀，小郡主也一同去了，可有受伤。剿灭海贼是老夫的事，怎能让小郡主亲历险境？真是惭愧啊！没有受伤熬，团团很厉害的。王江看着他，脸上露出心疼又慈爱的笑容，下意识伸出手想帮他整理蝴蝶结，但又顾及身份，手伸到一半又尴尬地收了回来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好香呀，是陆地上的味道，好想吃点热乎乎、软糯糯的东西。哇，好香！这几文钱的东西，怎好意思给小郡主吃？知府爷爷，团团可以吃1小口吗？就1小口哦。都给小郡主。下官这就再去买。哇，谢谢知府爷爷，好多好多了。哎呦，小郡主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老头，我们家娃抱你一下，你跪什么跪？看清楚了，抓回来的海贼跟我明山寨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这昏官之前还冤枉，此事还需本官升堂审问之后方能定论。明寨主，莫要太早下结论。你，这老顽固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明秋将剑往肩上一扛，单手抱着娃，转身就走。明秋抱着叶团团走在街上，咔，妈呀妈呀咪艾米呀，咔，妈呀妈呀咪艾米呀。则吃得真香。明苏苏，别生气啦，知府爷爷和你都是好人，可是你们小孩子就负责可可爱爱，吃吃喝喝好。咔，明叔叔吃。嗷呜！真可爱，怎么才能让叶九把这小乖乖给我养呢？请问这位可是明寨主？何事？那些被抓回来的海贼，那些不是明山寨的人哦。好的，我就问问明寨主，我真的没有看那个画本子。我就是想让你传个话，怎么还自己着？拿来。4个角都翻成了半圆形，你管这叫没看？出去传话，就说我明秋说了，明山寨从本寨到分寨都不抢无辜。好嘞，我这就去传话。天哪，今天跟明寨主说了这么多话，回去能吹1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见到画本子的真人了，这英俊挺拔的身姿，俊朗儒雅的五官，真不愧是顶级的。孟寿，太激动了。阿弟，奇怪，没受凉，怎么打上喷嚏了？一个吃货露出这种眼神，真是稀奇。明叔叔，刚才那个画本子是不是很好看呀？救命！小孩子为什么对这种东西感兴趣？他这么可爱，姨的要求我根本没法拒绝。明叔叔，刚才那本是不是就是九王 X 和 X 寨主不得不说的2、3世呀？团团都看见封面了。来了，送命题他来了。这种不正经的话，本子要是敢给他看，叶九那家伙怕是会提着刀追着我砍10条街吧。这怎么办？小孩子家，别问这些，吃你的栗子去。明叔叔骗人，团团都看到啦，封面有你和九叔叔的画像呢。哦，我倒想看看是什么画本子，能让我们明寨主如此紧张。少来，这都是些胡编乱造的玩意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九叔叔，你看，就是这个，上面还有明叔叔的画呢。这
画的倒是有几分传神。明叔叔别抢，九叔叔还没看完呢，里面写了什么呀？是不是说明叔叔和九叔叔一起打坏蛋？看来我们明寨主在民间的人气倒是不低。明叔叔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团团还想吃栗子。九王爷，下官有要事禀报。方才审问海贼，得知他们背后还有靠山，并非零散匪寇。哦，什么靠山？竟敢在这洞山一带兴风作浪！海贼头目招供，他们是受黑风堂指使，专门在海上劫掠过往商船，还说之前诬陷名山寨的告示也是黑风堂的人暗中操作的。好个黑风堂，竟敢栽赃陷害我名山寨，看我不端了他们的老窝！明叔叔别生气呀，我们和九叔叔一起去打黑风堂好不好？团团也能帮忙。好，等解决了黑风堂，叔叔再给你买好多栗子。黑风堂根基不浅，不可鲁莽。王知府，你先带衙役守住码头和城门，防止他们逃窜。白姬，你去探查黑风堂的据点。是，九王爷。下官这就去安排。此次定要将黑风堂一网打尽，还明寨主一个清白。王江和白姬迅速行动。九叔叔，黑风堂是不是都是坏人呀？他们会不会欺负团团？有九叔叔和明叔叔在，不会有人欺负团团的。叶九这次算他们运气好，有这小乖乖在，不然我非拆了黑风堂不可。九叔叔吃，明叔叔吃，吃完我们一起打坏人。黑风堂的阴谋初露端倪，一场新的较量即将展开，而此刻的温情正是他们并肩作战的底气。茶寮坐落于官道旁，往来行人稀少。叶战和明秋相对而坐，叶团团趴在桌上把玩着一颗圆滚滚的栗子。白姬探查消息向来稳妥，不出1个时辰便会有黑风堂据点的消息传来。那黑风堂藏头露尾，若是敢出来，我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倒是这小乖乖，方才路上就喊饿，先点些吃食垫垫。要吃桂花糕，还要吃甜汤。团团要和明叔叔、九叔叔一起吃。来2碟桂花糕，1碗莲子甜汤，再加1碟栗子酥。还是我懂你吧，九叔叔都不知道你爱吃栗子酥。明叔叔最好啦，不过九叔叔也很好。九王爷，明寨主，属下查到黑风堂的据点在西郊乱葬岗旁的破庙里，据点内约莫有30余人，个个手持利刃，还有几个会粗浅的武功。好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正好一锅端了，省得他们再祸害百姓。明叔叔，破庙里会不会有妖怪呀？团团也想去。没有妖怪，都是坏人。不过那里危险，团团乖乖跟着九叔叔在茶寮等，叔叔去就回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叶团团鼓着腮帮子，不太情愿，却还是点了点头，把栗子塞进嘴里。我与你一同去。白姬，你留在茶寮，保护好团团。属下遵命，定护好小郡主周全。明叔叔和九叔叔要快点回来呀！小郡主放心，王爷和明寨主武功高强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与此同时，西郊破庙内，黑风堂喽啰正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，喧闹不止。明秋和叶战悄无声息落在屋顶，对视一眼，同时纵身跃下，踹开庙门。黑风堂的人都给我出来受死！你们是谁？竟敢闯我们黑风堂的据点？勾结海贼，诬陷名山寨，你们的账该算。话音刚落，明秋已然冲了上去，长剑出鞘，寒光凛冽，喽啰们纷纷上前阻拦，却被他一一击退。叶战紧随其后，招式凌厉，没一会儿，10几个喽啰便倒在地上，哀嚎不止。头目见势不妙，转身想跑，却被明秋甩出的剑鞘击中膝盖，跪倒在地。说你们黑风堂的堂主是谁？还有多少据点？我说我们堂主是黑无常，还有一个据点在城南废寝营，我你们饶了我。带着你的人去府衙自首，若敢撒谎，定不饶你。我去，我这就去自首。明秋和叶战看着喽啰们搀扶着头目离去，相视一眼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据点，正好一起端了。茶寮门口，叶团团正趴在门框上打哈欠，听到脚步声，立刻抬起头，看到明秋和叶战，眼睛一亮，飞奔过去。明叔叔、九叔叔，你们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坏人都被我们打跑了。
还查到了他们另一个据点。林叔叔好厉害，九叔叔也好厉害。路过点心铺，给你买的桂花糕。谢谢九叔叔，团团好开心。王爷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城南废弃粮库吗？先回府衙告知王知府，让他带人协助，务必将黑风堂一网打尽。走，去端了他们的老窝，然后带小乖乖去吃好吃的。黑风堂的据点接连暴露，正义的锋芒已然逼近，而藏在背后的堂主黑无常却仍在暗处窥伺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。